本来算得很好，月朝和我们一起攻打玉混，不管怎么说，都会损耗掉他们一些国力。月朝兵力本就弱，全是靠粮草物资充足才撑起来的。等打完玉混，他们的国力被拖垮，我们送去的马具也没有长大，离变成真正的战马还早得很。这时候我们再调转枪口，直指月朝，就算之前分了一些玉混的土地给他们，很快也可以收回来。哼，没想到这月朝皇帝竟然不做这笔买卖。没事的，可汗说了，如果月朝那边真的拒绝，也没关系，他们只是现在守住了，没有强壮的战马骑兵，在我们吞下玉混更进一步之后，也只能挨打，不过是早一点和晚一点罢了。现在的局势完全是有利于我们的，除非月朝出了个再世战神和天降神兵，不然迟早都是我们嘴里的肉。不管怎么样，月朝都是死局，这片富饶的土地只是晚一点去往大汗的怀抱。把你那呲着的大牙收一收，我见不得你这么快乐的样子。哦，楚楚，你对我尊重一点，我是你表姑。这小崽子臭脸的样子为什么有点可怕呀？不行，我要撑起自己长辈的气势。娘子，陛下和太后来看您，您方便吗？方便的，快请陛下和太后进来。哎，傻孩子，你是伤患，都是一家人，这些细枝末节就免了。既然不用去学堂了，我能不能回一趟家？阿娘，表妹想要归家，您舍得放她走吗？哀家是有点舍不得，但是孩子念娘，天经地义。九儿想回家，回去就是了。长姑，您的意思是让我回去待一段时间，还是说让我别回来了？你还想回来？想回来就回来吧。谢长姑。出宫之后，给你的医女和护卫千万要带好。谢陛下。因为要保密你的功绩，朕没办法让你衣锦还乡，委屈你了。这一家人对他真的好好啊，看着2、3句话就被收买的周欢九被静初不忍直视的瞥开眼，太容易被卖了。这姑娘，阿娘，九儿，你的脸，我的脸怎么了？你的脸怎么受伤了？哎，就是不小心被碎瓷片割到了，没事的。九儿这疤太医诊过吗？什么时候能消啊？太医没说什么时候能消，但我觉得这次的好几处疤挺难消的，不消也没事的啦。什么？身上还有？原本还挺和蔼的舅舅舅母，笑容也彻底垮了下来，气氛尴尬的用完这顿午膳。周欢九被母亲拉进房里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这身上都是伤疤，这么刺眼，哎呀，将来说亲就不好找了。就算是嫁人了，也会被丈夫嫌弃的，连脸上都被伤到了。女孩子的容貌是何等重要，相看的时候一看就能看出来。阿娘，只是几块疤而已，没事的。怎么没事？早知道送你进宫会让你留疤，我就应该早早接你回来。为什么？就因为要保持一身光洁细嫩的皮肉吗？让你进宫就是为了抬高你的身价，让你将来找个好人家。可你脸上身上这么多斑痕，直接就毁了呀！我苦命的九儿，我们娘俩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？周欢九僵硬的被母亲抱在怀里，像个没有灵魂的木偶娃娃。姑奶奶，夫人忧心表姑娘的伤势，请来了女医给表姑娘看看。进来吧。这小娘子身上的疤痕有2处大了些，不好消除。脸上这一道虽然窄但深，就算是去掉了也会留印子的。坚持去疤的话，说不定能有成效。周欢九摸了一下脸上，他并没有觉得自己的脸有什么影响，可母亲、舅舅，他们一个个都如临大敌。阿紫、九儿，这间院子呀，是留给我家大郎成亲用的。哎，
阿紫已经住了5年了。虽然大郎还没有长大，但也得早点收拾出来，免得到时候仓促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弟弟说的对，咱们只是亲戚，又不是家人，在你家借住了5年，阿紫也该走了。九儿，收拾东西吧，咱们到庄子上住去。阿紫，你在我家养尊处优住了5年，银子可花了不少，你也不能白吃白喝吧？这银子还给你就是了。阿娘，我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？如果我没回来，你在舅舅家里待得好好的。傻孩子，你也说了，那是舅舅的家，不是阿娘的家，这就叫寄人篱下。没事儿的，以后我们母女俩就一辈子相依为命。你是我的女儿，阿娘不会不管你的。没有啊，我只是待1年，1年后要回仁寿殿的。原来你还能回去。李尚莲啊，李尚莲，他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吗？哟，这不是我那想要和离的好夫人吗？你不是说你离了我多的是地方去，不可能回来求我的吗？怎么现在是做什么？被你那好弟弟赶出来当丧家之犬了，还带着九儿？哼，九儿，你的脸会留疤，治不好，身上也有疤。九儿想念父母，回家住1年再回仁寿殿。你就说你这做父亲的管不管女儿吧。阿姨，湘子回来了，你以后还会疼芝芝吗？芝芝多虑了，庄子里那么多庶出弟妹，不都是阿姨的亲生孩子吗？你看有谁越得过你去？你永远都是阿姨最疼爱的孩子，就算是九儿也不可能比得上你的啊！你个杀千刀的东西，这野种也配叫我儿长子？他和我儿有1分的血亲关系吗？就是个敲骨吸髓臭虫罢了，给九儿提鞋都不配。你竟然还说什么九儿越不过他去的话！把这个贱人给我拿下，捉进去！身为周家的媳妇儿，竟然口出恶言，今日非得长你嘴不可，给你一个教训，让你知道谁能说，谁是你说不得的。拦住他们！有我在，谁敢动我阿娘？世人都说宫中险恶，可周欢九在宫里从来没有遭受过这世间的恶意，对他而言，那里是他的桃园。可现在出了桃园，他才知道他的母亲和他自己都面临着什么境况。小小的孩子意识到他依靠不了母亲了，现在是母亲需要依靠他的时候了。虽然还没有长大，但他瘦弱的肩膀必须扛起来提早来临的责任。阿娘，跟我走吧，九儿会照顾你的，我们递牌子进宫去。好，娘的九儿长大了，但你不要勉强，娘是大人，总有办法照顾好自己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是哪个混账欺负我们家九九？唉，都是群没良心的东西，欺人太甚！一群鼠目寸光、灭绝人性、禽兽不如、丧心病狂、人灭兽心、丧尽天良的东西！九九，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长姑，母亲现在没地方住了，我知道不可能接她进宫，您能不能安排个地方，让她能落脚？这孩子出去一趟都经历了什么啊？对大母竟然都只敢提这种要求了。这孩子，你要不要看看咱俩的身高，到底谁才是孩子？九九，快狮子大开口啊！别说求大母了，求阿耶呀！九九，你知不知道你立了多大的功？哦，对了，你应该不知道。走，九九，我带你去找陛下，让他直接给你赏一个漂亮的大庄园或者大宅子。可以这样吗？有什么不可以的？听我的，没错。皇帝听闻后，直接画了一处皇庄给周欢九，并让中书省拟旨封周欢九为郡君。因为要隐瞒你的功劳，不宜太过张扬。朕画给你的这处庄子不太好，表妹先凑合着用。而且现在也只能是借着太后喜爱你的名头封你为郡君，实在是委屈你了。周欢九晕晕乎乎的谢恩。九九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那群欺负你的人啊，你不会是就这么放过了吧？我能怎么办呢？都是长辈，尤其是我阿姨。虽然我不想承认的是我阿姨，
但我不能把他们按着打一顿吧？为什么不可以？啊，九九，陛下赐给你的侍卫不是摆设，有事先把惹你的人揍一顿，事后他们最多给陛下上奏弹劾你而已。你觉得陛下会理他们吗？也可能会对你的名声有碍，但名声这个东西吧，如果你在意就很重要。但九九，你相信我，名声这个东西对你来说一点儿也不重要，就算你臭名昭著了，对你的将来也没有丝毫影响。让你自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。什么？婉元？这不是南郊那边非常好的？阿娘，陛下还封了我做郡君。太后和陛下为何会对你看重至此？封郡君，难不成他们是想让你去和亲？对了，图宁使臣才来访过，可是你才9岁，也不对呀，究竟是为什么？因为长姑非常喜欢我，不想让我受委屈。不枉我忍着不舍，从小就把你送到太后身边，为娘没本事，护不住我的孩子，整整5年，终于还是等来了这一天。有了这个爵位和这份地产，娘就不担心你的以后了。君君，今日我们是来找麻烦的，架子要端足，不能太给他们面子了。所以等他们出来以后，我们再下车去。等会儿人出来了，你也不用下去。该您和夫人出现的时候，奴婢会来扶您的。您是朝廷亲封的郡君，和这等小人进行口舌之争，有失您的身份。要是您亲自下场了，那就是奴婢失职了。阿紫，你们怎么又回来了？哎，不是说好不会再回来打秋风的吗？你能不能要点脸？躲在马车里做什么？这是上门做客的态度吗？李郎君、李夫人，夫人先前在李府暂住，昨日走的时候十分仓促，一些东西未能带走，今日前来收拾，还望李郎君行个方便。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一个小婢女而已，也配到我们跟前说话？这女人在我家吃喝5年，用的都是我家的东西，她哪里有什么自己的物事？让他们自己来找我。我确实是下人不错，但您二位或许误会了，在下太极宫正六品典侍天雾公主的贴身侍女，不知是否有资格和您二位说话？见过殿试娘子。我家殿下和周娘子情谊甚笃，听说她出宫后携母搬离李家，派吾来协助。周夫人虽然是在您家住了5年，但银两皆会还上，所以那些东西自然也是夫人买下的。二位现在能通融了吗？哎呦，能的，自然是能的。殿试娘子请进。殿下听闻周娘子昨日来李家探亲，却被二位连她带着夫人一起逐了出去。殿下与周娘子亲如姊妹，关系非常。二位能否说说昨日是怎么回事？我也好回去向殿下复命。禀娘子，这人之间的互助，救急不救穷嘛。阿紫和草民虽然是子弟，但也都是成了家的。和子勋闹了矛盾，到草民这里住，草民也就收留了。哎，可一住就是5年，草民也是有自己的家要养的，哪里有让已经嫁出去的阿紫继续赖着的道理呀？确实都是我的错，我将李家当娘家，李家却将我当作穷亲戚。先前周玉内司没有被削爵位之前，我可没少接近你们。我顶着周玉的鄙夷白眼给李家送银子，我给你儿子几番打点，他才能进文清书院。我甚至给你也谋了差事，只是你自己吃不下苦，非要回家躺着才舒服。那照这么说，一笔一笔的清算，那些银钱好处，弟弟，你是不是该全吐出来？之前的都是阿紫自愿相赠啊。好一个自愿相赠！夫人，您5年前回李家的时候，李郎君可有说一应花销要您自己承担？没有，他说的是这里就是阿紫的家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阿紫想如何便如何。典侍娘子，这件事是我李家不厚道，但再如何也是我们的家事，咱们并没有作奸犯科之举，也没有为难虐待阿紫和九儿。听闻天雾公主人善，定不会不分青红皂白欺压百姓的。夫人，既然李家并不接纳您，那您还愿意当李家女吗？我有孩子就够了，不需要这些所谓的亲戚。
不是了，在下这边带着君君离开。君君恕罪，因爵位初封，奴婢还未适应，习惯称呼您为周娘子，实在不该。等一下，什么君君啊？君君在宫中侍奉太后5年，深得太后殿下欢心，陛下念其待他尽孝有功，遂赐君君之位。都是你，你个毒妇啊！你说什么？周焕就肯定是脸毁了被赶出来，人家得太后喜欢的很。要不是你，我会把自己的亲女兄和亲外甥女赶出去吧。李尚莲，你不要脸！赶人的时候高高兴兴，现在发现自己判断错了，就把责任全推在我身上了。你要真是什么有良心的弟弟、慈爱的舅舅，你会看着他们娘俩孤苦伶仃不管？如果你对他们有感情，我敢和你对着干吗？我也只会看着你收留他们，就算是装，我也会装出一个好地妇的样子。你瞪我做什么？那是你的阿紫，你的外甥女，和我没有一点血亲之脸，我不用帮衬他们，但是你该帮。没用的东西，自己错失了登天梯，现在来怪妻子，我呸！为父就知道我家九儿是最出息的孩子了，你竟然如此讨得太后喜爱。看看这庄子，那真叫一个皇恩浩荡。现在为父走出去，脸上都有光啊！来，芝芝，别站着了，你也坐啊。九儿啊，婉园这么大块地方，只有你和你娘2个人住，不是浪费了吗？我好歹是你的生身父亲，生你养你，你现在既然出息了，也该孝顺父亲了，是不是？阿爷今日就回去收拾东西搬过来，咱们一家呀，好好的享受天伦之乐。谁要和你享天伦之乐？你别和阿爷开玩笑了，哪有孩子不想念父亲的？我根本不想看见你，有你这样的父亲，我觉得恶心。这里是我和阿娘的住处，你别来沾边。逆女，你这是不孝不继，子不嫌母丑，你竟敢说我恶心！况且哪有子女撺掇着让父母分居的道理？又哪有子女不奉养父亲的道理？今天你敢把自己父亲赶走，你这辈子都会被人戳脊梁骨的。哼，脊梁骨？谁敢戳我的脊梁骨？我是被太后养在仁寿殿的贵女，是陛下亲封的郡君，是天雾公主的密友。谁敢把手指挨到我的脊梁骨上？谁敢当着我的面说我的短处？他们背后的议论我又听不到，不管背着我人家怎么说，当着我的面他们就得和和气气，甚至行礼问安，祝我万福长寿。你你要进来可以，除了我，母亲才是婉园的主人，你来了也要听她的话，不能越过她去，知道吗？你们明白了吗？是，我是你父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。你读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？你怎么敢让这个女人压到我头上？那我岂不是处处都要收她掣肘？世上没有这样的规矩。你都能让一个小私生的压到我头上，还好意思说什么规矩？阿娘，九儿听你的，我是无所谓，但如果你不想看到他，九儿就赶他出去。没事的，放他进来。就算九儿不在乎名声，但这种东西，好的总比坏的强。娘也无所谓的，只要是九九是向着娘的，他奈何不了我什么。欺人太甚！那周欢之呢？你要把他带过来吗？当然了，父母在，不分家。芝芝是你的妹妹，还没有出嫁，怎么能离开父母往外住呢？这不是显得我们嫌弃她，往外赶她了吗？不行不行，你那堆庶子庶女我都能接受，但这个野种不行。芝芝啊，阿爷也是没办法，你永远是阿爷最心疼的孩子，你一个人在那边要好好照顾自己，阿爷会常常去看你的啊。九儿啊，你的要求阿爷都满足了，你这孩子就是这般任性，哎，没办法，谁叫你是我女儿呢？阿姨，我逗你玩的，你怎么还当真了呢？周欢之和您感情多好，我当然不会做这个恶人，分开你们，你们还是在一边去做你们相亲相爱的好父女比较合适。你把你那指头给我放下来！你指着九儿的鼻子逞什么威风？要摆谱，回去摆去！
你们竟敢耍我！耍你就耍你了，本来就是个猴一样的笑话。你的笑料京中都传遍了，外头再是不讲规矩的人家，也没有把嫡长女拐走，给一个不知道哪来的野丫头腾位置的荒唐事。我可不敢让你和孩子待在一起。你说不孝的名声，那玩意儿不过是锦上添花的东西，能有命重要吗？我不能接受。那一日我晨起之时，你告诉我孩子又失踪了。为什么？没天理呀！有没有人管管他？我只是一个孩子，我在我的寝宫里写课业不行吗？为什么要把我的书案挪到你旁边啊？为什么现在还要体会一下被家长盯着写作业的痛苦？还有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开会呀？被这么多人围着，我心里压力很大的好吗？江淮水患，漕运不通，京中本就是人群富集之地，人人都想来天子脚下，但粮食供应却不够。原本从扬州等地运粮过来也是能顶得住的，但大越近年越发繁盛，京中人丁兴旺，官员数量也日益增多，原本的运力就不够了。这么下去不行啊！臣提议削减京城人口，给点补偿与被选中之人，迁移他城，缓和一下京内缺粮的压力。虽然没问题，开源节流嘛，开不了源那就节流，把不需要不重要的人赶出去，那就节流了。首当其冲的肯定就是老百姓。就是有点怪怪的，不能想办法开源吗？为何不能提高运力？迁移之事难免躁动人心，使民心不定。水路运粮的时候需要看运气，不知何时不同。若遇水患之时，运气好的还能等上2日，再将粮船运来；运气不好的，船上的米粮便进水了。所以为什么不能水路不通的时候就等着，等水路通的时候立马开船呢？江淮一带水况复杂，尤其下汛之时，不知何时才能通路。从扬州直运至此，路况难测。陛下，儿有疑问，为什么不能在江淮处建一个粮仓，先把粮食运到粮仓里存着，等水况好的时候就抓紧时间运，水况不好的时候就先在那儿放着，还可以当个备用粮仓。怎么了？为什么全都齐刷刷的盯着我？这样真的很恐怖好吗？感觉像是被控制的傀儡人一样。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好，初儿果真最得朕心。看看，朕的皇儿才5岁就能为朕分忧了，你们这些老家伙还不如一个乳臭未干的稚儿呢。殿下龙章凤姿，是天眷宠儿，继承了陛下的睿智，吾等怎么敢和殿下比呢？这是怎么个事儿？怎么突然就开始夸我了？我说了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话吗？这不就是很正常最基础的物流手段吗？是个人都知道哦。贝恒觉得有被冒犯到，也是不知道这小家伙小小的脑袋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鬼点子。被惊出的小脑袋瓜被珍惜的摸了一下。你那是什么眼神啊？喂！被惊出心里怕怕的。救命啊！有没有人能救我？我觉得他是想给我开瓢啊！总感觉他是想把我的脑子挖出来，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呢。尹兄今日感受如何？什么感受如何？我能看出来，你一直不太喜欢议政时，陛下将公主带在身边，但小殿下临会，今日你也见到了，所以陛下这么做必然有陛下的道理。小殿下确实引物无双，今日解决漕运之事，殿下的想法足够推陈出新，但也只是偶有1、2罢了，并不代表能长久如此。孩童虽然学问见识不及你我，但却更有你我没有的长处。未经世事，不守陈规，怎么不算我们没有的优点？你呀，不满之色溢得太过了，我看出来倒没事，别被陛下看出来了。盯着你这门下侍中的人多得很，再不满意也要憋好了。你说的对，不守陈规是我们没有的长处。小孩子想法天马行空，有时更能有不一样的角度，是我有偏见了。更别说小殿下聪明伶俐，是我之前不知为何的带了偏颇。听我家那小子说，
英兄家的大郎似乎和太后家的那位小郡君不太对付。是吗？这我倒不知晓，回去问问他去。哎，上啊上啊，快点！你可是我的常胜大将军，不能输了！哎，起开！没看到小爷我忙着吗？谁这么大胆敢打扰小爷？信不信我？阿爷，你要怎样？阴处滑棍，我阿爷昨日不知怎的，突然就疯了一样，开始给我布置超出凡人范畴的功课。殿下，周欢九真的不是被逐了吗？他1年后真的还会回来？主要是这个太奇怪了，哪里有人会没病没灾的突然就不来学堂了，去玩1年啊？他不会是生了什么重病，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吧？他最喜欢殿下你了，你能不能告诉我真相啊？啊？你猜？你又在做什么？回殿下，奴婢有一个请求，能不能赐一些上次周郡君炸仁寿殿的那东西？这话说的，感觉是九九故意炸仁寿殿的一样。常言真是一如既往的不会说话呢。你想干嘛？那东西你见识过的，直接烧掉了仁寿殿的一个偏殿，挺危险的。当时仁寿殿走水，那一声巨响，宛如震天之雷，威力一定很大。奴婢想着，若是将那易爆之物放在桶内，前端附上箭杆，点燃后是否可以借助其力量将箭射出去？殿下知道的，奴婢喜欢做一些小武器，只是做个闹着玩的小东西，不一定能成功。殿下莫要笑奴婢。你管这叫闹着玩的小东西？这明明是简易版的枪，是跨时代的伟大巨作。贝静初虔诚地把管子还到常言手上，生怕碰坏了一点点。你等着，我一定给你弄来。不久后，殿下，您关心的那个火弩做出来了。好，但你先洗洗脸吧。随着一声喷发的声音，力量其实并不强。若说是方便未学过的人，弩箭的威力也差不多，还不需要用到火药，所以常言才觉得自己做的只是个拿来玩的小玩意儿罢了。让殿下失笑了。常言这效率不行啊，是不是该忽悠他一下，让他多动动手，把这杀伤性武器进化一下？要不贴身侍女的活先别干了吧，先搞这些。不过我这样会不会太过分了？人家还是个孩子，是真孩子。贝静初看着比他高不了多少的常言，难得一次找回了良心，没有真的把他关小黑屋里给他干活，让孩子自由发展吧，灵感很重要的。亲，好感度页面显示提升至80，注意查收。西头，你什么情况？伤生和情报为什么没了？亲，您反映的问题我们会尽快处理，请不要着急。怎么了？可是身子不适，那可是遇到了什么难处？要不要大母帮您？本是为了贺你生辰的，既然初儿累了，就回去歇着吧。殿下，有宫人拾到了你遗落的平安扣，像是上边的绳子松了，掉了下去，奴婢重新拴了一个。他不甚在意地把平安扣重新别回腰间，然后又点进系统里，试着能琢磨出线索。这一进去就是失而复得的惊喜，情报和商城都回来了。筒子，宿主，是宿主吗？宿主，你终于回来了！刚才好黑，我好害怕呀！突然一下就黑了，我叫你也不应我。是不是因为我没用，你不要我了呀？你别不要我呀，宿主，我会很乖的。虽然我是废了点儿，但你也没有别的桶呀，还是能勉强用用我的，是不是？还是说你背着我有别的桶啊？新桶胜旧桶，你就不要我了，贝静初回忆着系统出现时发生的事儿，刚才也没干什么，就带了一个平安扣。他把平安扣解下来放到桌上，叫了一声系统。干嘛？可能是距离不够远，他走出屋外。筒子，亲，您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？果然，他进去拿起平安扣。宿主，刚才怎么又黑了？我是不是出故障了？我是不是数据
定初暂时没理他，又试了几次。眼前怎么一闪一闪的呀？我不是要死了吧？我觉得自己还是个宝宝呢，怎么就故障了呢？我不想死啊，宿主！没有，不是你系统数据的问题啊！相信我，你不会死的。我不相信，你又不懂系统。我还记得第一次来寻国师的时候，您叮嘱我，这平安扣要随身携带。现在想想，实在好奇，这平安扣可是什么神奇之物吗？平安扣寓意平安，臣自是希望殿下能得平安。真无奇异之处。殿下您看，这白玉通透无瑕，在日月之光下格外朦胧灵气，宛如在吸收天地精华。所以这是一块吸收天地精华的灵物？所以它贵呀。殿下满月，臣自然不能送太差的东西，是吧？这东西上得了台面，送出去呢，陛下不会觉得我是在敷衍他。那你为何叮嘱我定要随身携带？好东西不带着，拿来压箱底，不是浪费了吗？臣送了好东西给别人，自然是希望他天天带着了。这解释还真合理，但是我不信。还给我。殿下是遭遇了什么，被这玉庇佑了吗？难道以为是在下的手笔不成？我哪有这通天的本事啊？殿下莫不是以为我是什么神仙精怪吗？这人身上的秘密太多了，真是山精野怪的，反而还合理呢。我都穿越了，再来点不科学的也很正常。要不把他尾帽扯下来，看看是何方神圣？殿下，您脸皮挺厚啊。多谢夸奖。既然我都知道了你的秘密，干嘛不完全露面呢？遮掩这么一下没有什么用处吧？你说是因为你貌若无颜，但我并非以貌取人者，你大可露出真容来，我不会表嫌恶之态的。是吗？我不信。你这样就不怕我告诉陛下你犯了欺君之罪？那就只能砍头了。哎呀，殿下，臣想要红木的棺材。算了，死都死了，什么棺材也享受不了。要不把我烧了，骨灰扬了吧？毕竟丢了不管，怪吓人的。好美丽的精神状态，到底要怎样才能练成这么美丽的精神状态？这平安扣的作用，我不相信送他的人不知道。殿下既然知道，就该猜得出来。臣对您没有恶意，反倒是善意。既如此，何必事事都问个清楚分明？人都是有秘密的。我当然知道人都有秘密，我也不会去问人家。实在想知道，可以直接翻系统啊。可是这个人的信息系统里没有，或者我没翻到。如果系统都来自他的手笔，那这个人就有些可怕了。常人的秘密无非就是那些伦理之事或是人性欲望，而你的秘密已经不在人的范畴里了，我有些害怕，想要了解个透彻，不是很正常吗？没看出来害怕。您不必担心，臣可以保证，臣下永远是臣下，不会有事主犯上的一天。随口一说的东西，违反了也不用负责任。史上篡位的乱臣贼子，谁没对前任君王宣誓效忠过？就像恋人之间情到浓时，保证会一辈子只爱你一个人的承诺一样，傻子才信。若臣真是狼子野心的卑鄙小人，您在此表露了怀疑，就不怕我在此对您下毒手，以绝后顾之忧吗？我有暗卫，你下不了手。暗卫进不来。什么？他没进来？所以臣对您并无歹心，我是修道之人，做事自有因果缘由。既然帮了殿下，那我和您自然是一头的。玉儿，你的脸怎么比我的还粗糙？是不是平日里没有好好涂脂膏？不要，我是男子汉，
我才不图那个呢。好吧，小男子汉。被镜出邪恶的小手转了个弯，揪上了四妹妹嫩嫩的小脸儿。四妹妹安安静静地走着，不反抗，甚至配合着步调，任长子随意揉捏。阿娘，我要涂高高。今天怎么这么乖啊？长子说我的脸捏着不舒服了，让我多涂几天高高再给他捏。感情你就是为了让人捏的，很难评，你开心就好了。先生，我想申请进博堂的考核。行。先生，为什么考入博堂是要自己上表意愿，而非1年1次考核呢？或许有人其实已经有了进博堂的能力，只是自己怯懦，不敢表达。殿下，博堂的学生便是半只脚踏入仕途了，如果连说自己意愿的勇气都没有，又能指望他为官后有什么勇气去做事啊？有什么勇气对腐朽的条款提出质疑呢？有什么勇气去在高位之人做出昏庸决策时去对抗？才能固然重要，心性也是关键。学生受教，其实我也不确定自己这次定能通过，只是想尝试一下，再看看进博堂的考核是怎样的，这样回去了也知道方向嘛。殿下这份心性便尤为可嘉。朕是子女以配单于，必薄文谨，禄之甚厚。单于待命加慢，侵略道无已，边境数经，朕甚敏之。今欲举兵攻之，何如？中堂先生教的时候，只是把这句话用人话解释了一遍，再讲一下当时的历史。然而测验时考的却是这句话，表明了武帝的态度，希望以武伐之，而中原常年武力薄弱，请分析当时国情状况，论为何最后能决定举兵攻之。今日越朝外敌有2，若面临此境，该如何待之？缘由为何？写完之后，夫子将他的策论收了起来。其他学子的最后一关是臣等来评判，但皇嗣的最后一关通关与否是陛下来判。这大公主前几项都过了，最后这一关她写的时候，我瞄了一眼，有理有据，令人信服。除非陛下觉得孩子太小，想压一压他，不然必定是能通过的。当初啊，我教大公主启蒙的时候，就想到了她是玲珑剔透的一个孩子。过目不忘这个词儿，从前也只是在书里看过，以为啊，现实中定没有这样的奇人。见到公主以后，才知道是我狭隘了。本来以为是皇嗣们都聪慧，直到教了2公主以后，才想起来教正常的孩子是有多吃力和崩溃，是吧？我都不敢再夸这孩子，怕他飘了。前朝升入博堂的皇嗣，也都是11、12岁的时候才进的，人也只有陛下和……嘿，江兄慎言！你以为我要说什么？我没准备说下去。我明白的，这个名字是禁忌。唉，北前4年就走了，我以为已经够妖孽了，没想到你竟然3年就走了。殿下，您是要我的命啊！殿下，您太抬举我了，居然让我这等凡人给你做伴读，我哪里配啊？就3年而已，我根本考不进去。我们是不是要分开了呀？不是啊，你听说过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吗？听说过，但您这么形容我，是不是有点不太礼貌啦？你和堂子是我的伴读，你们要一直陪我的，我在哪里，你们就要在哪里。不过还要问问堂子愿不愿意跟我走。若是堂子想继续待在宫里，也可以。走的走的，我就知道，我可受欢迎了呢。殿下，殿下，你不要走啊！殿下，你走了，留我一个，我该怎么办啊？殿下，你在哭什么？好丧吗？我活得好好的呢。
我一个人是多么寂寞，没人陪我玩。他们都太蠢了，我和他们玩着很累啊。实不相瞒，和你玩我也很累。3年呢，殿下3年就能考进博堂了，我不知道还要几年。殿下，我一定会努力追赶您的。没事的，你不用追赶我，等你都能进博堂了，我应该早就出师了。许承纣无语，他哭得更伤心了。撒开，撒开！我不！再不撒开，我揍你喽！殿下，真的不是仙女吗？您上次命令我的牙长出来以后，它就真的长出来了。谢谢殿下。魏静初很是疑惑，他环顾四周，不乏有比较大的已经换了牙的学生，大家纷纷偏开头。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他真相？好坏呀，这些人！看着这群人，他意识到了自己有多罪恶，但是不改。殿下怎么突然驾临？妾都没来得及准备好东西，这些粗茶实在太怠慢您了。你的折子我都看了，镖局的力势可嘉，钱庄也在筹备。你说晚一些再开。是。你节奏把握得不错，设立钱庄需要的钱财很多，缓一些，多积蓄银两是好的。承蒙殿下抬举，妾自当尽心尽力。你的能力我是放心的，有没有什么麻烦是需要我的？我接下来的时候甚少回京，鞭长莫及。有事现在先处理完。殿下去往何处？妾失言，该打，不当问这的。回殿下，借了您的名，如果连一些麻烦都解决不了，还要劳您亲自操心，就实在不该了。妾都能办好的，绝不让殿下劳心伤神。殿下，谭氏在许多州府都有产业，这几年蒙陛下庇佑，更是扩张了不少。如果殿下出京后有幸驾临谭家的地方，出示此物，那边人必将奉您为上宾。妾会写几封手信，殿下带上，也可做证明之用。殿下，小心刺客！无事，这是我的人，你的心意我也知晓。你方才担忧我的安危，以身护我之举，我也会记得。今年的利就不用往我的账上送了，你自己留着吧。谢殿下隆恩。你是跟对了人，我对自己人一向很大方。令牌我收下了，等你的手信。今日时候不早了，告辞。恭送殿下。怎么回事？你为何突然现身了？莫不是周遭有什么危险？公主恕罪，是属下一时没隐匿好，跌落了下来。殿下，属下有一不情之请，此事能否不要告诉旁人？你会受罚吗？是。可以呀，你保护我5年了，才这点事儿算什么？我当然会帮你的。多谢殿下。殿下都读过哪些书啊？先生，您的语气很像诱拐小孩的人牙子，您可以用正常一点的声音问学生的。韦先生，中堂该读的学生10之8九都读了，已然全部精通。书是常看常新，再说天外有天，学生只是达到了考核的标准，并非就敢说精通。殿下可读过《识货志》？汉室减轻田租，30而税1，常有耕赋，霸龙贤出，而豪民亲邻，分田结甲，却民30，实是税5也。富者骄而为邪，其南口不满8，而田过1井者，分于田而9族相当。对此殿下有何看法？莽因为倾向改革且被贬黜过，在儒道之人中呼声极高。他建立新朝后，以令王朝焕然一新的姿态进行改革。次年又为了解决土地兼并过多、分配不均和世家大族蓄奴过剩，改革发令，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奴婢也不能再私自买卖。哀帝是也有过改革之举，但无疾而终。莽加强了惩治的强度，违者可用死刑，妄以重刑来集中权力。好，殿下小小年纪
有这般见解，实属难得。但我还没说完，但是说了这么多话，学生有些渴了，能否让我喝口水？喝吧，喝吧。任何改革都会引起动荡，只是说或大或小。然关中平原一带，许多人被下狱，全局性的改革，空有法令就只是空壳子，没有紧随法令而来的规划和执行，大规模的改革势必会让王朝动乱。而莽当初上位，也是因为地方大族的默许，莽却改革，破坏了豪强的利益，本意是为民计，但压不住大族。他的新政是没有实力做保的，而当时外敌与中原的矛盾愈演愈烈，他只能放弃内忧，以保外患不扰。先不谈那些新政对国库有无实质的作用，只说若要推行新政，先要看是否有足够的实力保障，和那些因为新政而损失利益的人对上，有没有足够的胜算，规划和执行力也必须跟上，这便是无所误。不是，我说什么了？你们这是什么表情啊？那殿下认为大越如今在内有无什么困境？其实大越想要改革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。前朝末年，人丁有4600万人，户籍900万。然越朝正值鼎盛之时，至少比起前朝末年不知繁盛了几何，但户籍只有300万，这个数量定然有错，证明逃籍之人数不胜数，连记录户籍之事都无法贯彻执行，那么改革政令更是难上加难。大越如今最艰难的地方，我认为是这里。贝京珠走后，我真的没见过一个人能这般七巧玲珑，见微知著，只希望不要只是纸上谈兵。叔兄啊，博堂不就是为了测验这些学生们能否将学到的东西灵活地用上吗？这般奇才定要好好的教，切莫成了伤仲永才好啊。如此神童，却偏偏是生在皇室，又是个公主，吾等耗尽心血教出来了，却不能入室，造福黎民，明珠暗藏，不是更让人心痛吗？唉，罢了，公主殿下既有不世之才，想必真到那时也是车到山前必有路。以后的越朝是这群孩子的事，我们就看着将来会发生怎样的天翻地覆吧。儿行千里母担忧啊，呸，父担忧。初儿，在外面不比宫里，什么都不方便。你要是实在受不了，就直接回宫吧，反正你还小，可以慢慢学。你就是再玩个2、3年，赶上别人也是很轻松的。阿爷会让人给你把要带的行李都备齐的，钱财也给你准备够。但你要是想家了，直接回来便是。别走神啊，交代你的都要听清楚。阿姨是肚子里的蛔虫吗？我明明演得挺好的，她怎么知道我在走神啊？殿下，咱们是去做正事的，您这不合规矩呀。夫子，咱们殿下不是好逸恶劳的性子，陛下爱女心切，这些都是陛下的旨意，咱们殿下是推举过的，可惜无果。殿下毕竟千金之体，左右是车队赚拿了一些，也无妨的。这么娇气还进博堂，既然吃不了行路的苦，干脆在京城里待着养尊处优，不是更好吗？那位着棕色衣袍的师兄，你方才是不是不服殿下带了这许多的东西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行路本是磨练意志之事，带上这么多累赘，只会拖队伍的后腿。本来2个月即可赶到的地方，被一拖直接拖上3、4个月。我说错了吗？师兄说的有理，是我考虑欠佳，常言好月，你们去看看，侍卫们留下，钱财、衣物、易存的食物和野外用具留下，其他的打发回去吧。我的事解决了，那师兄的失礼之处又当和平？你对我行事有意见，大可直说，你自有道理，便堂堂正正的与我道明，在背后嚼人舌根，实非君子。抱歉。殿下真是好威风，你就在一边看热闹，殿下被人极度刁难了，你也不知道来帮忙。哎，
此言差矣，咱们公主可是个小人精，对这种小角色，对表妹来说根本算不上刁难。其实这人犬吠，你没必要听。他与我有旧怨，又知道咱们兄妹关系好，这才来在你面前嘀咕。不过嘛，你是身份尊贵的公主，他不敢明着对你不敬，只敢在背后怨怼不满，却还是被你捉了个现行。你和他什么过节？当然是我太有才了。本来夫子们以前最看好他，结果我来之后就最看重我了。当然，你来了以后，我也会失宠了。所以人外有人嘛，没什么好不平衡的。心胸狭隘之人，看你不顺眼的原因总是各式各样。陛下全权慈父之心，你不用被那厮影响了。不服的人也只敢背后说嘴，用着舒不舒服是你的事儿。我不是因为怕了他，害怕他人眼光什么的，而是他说的本来就很有道理。累赘过多会拖慢行程，只是说话不好听，人还是要听劝的。文雅一点来说，也可以叫纳谏。哎呀，这小兔崽子，翅膀都还没长硬，就以为自己能翻了天了。那一路上多难呐！遇上穷山恶水的缺衣少食了可怎么办？他本来就年幼还任性，到时候这真吃亏了可怎么是好？哎呀，蒋之前，你说朕要不要干脆传一道吉诏，把初儿召回来，留2年再出去算了？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明年朕也一样会担心，到时候明日复明日，明年复明年的，岂不是耽误了他？殿下，您的烤肉好香啊，可以分我一小口尝尝吗？没事，你直接割吧。因为破窗效应，更多的学生上来找贝静初，只有一开始和贝前不对付的学生梗着脖子在一边，含泪咽下自己的干粮。郎君，殿下说大家都是同窗，其他人有的，您自然也不能落了。端着暖乎乎的热汤，少年都快哭了，有种莫名的感动。皓月，你和他说了什么吗？怎么感觉他疯了？没说什么，殿下，可能是他有病吧。哦，此时天武公主似乎没来。夫子不必担心殿下安全，殿下并未出事，只是在房中睡着，没请他来罢了。此次平州一行，在下自会招待好公主。这些政务啊，就不劳烦殿下治灵操劳了。咱们开始吧。刺史，天雾公主聪慧灵秀，来此也定能帮上大忙的。刺史是不是觉得殿下年纪小，来了也是添乱，干脆就任他在房中睡着？哎呀，在下当然不会觉得殿下添乱了，只是殿下年纪确实太小，论帮忙多是帮不上的。与其劳心劳力还没有用，倒不如让他多睡一会儿呢。此时您失算了，殿下既然能通过考核见着伯堂，那必然是有本事在身的。难道您认为我们几个老家伙是扛不住陛下的威逼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放天武公主进来的吗？哎呦，当然不是，还是去请公主吧，把一个学生排在外面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刺史，公主殿下到了，想要进来。殿下昨夜睡得可好啊？今臣特意没派人打扰殿下，一时枯燥，殿下要不要移步到花园？或者臣也可以找人带殿下去集市上玩啊。你是不是瞧不起我？刺史，为什么早上所有人都叫了，唯独不换我和我的伴读来？臣不是想着您舟车劳顿，让您和您的伴读多歇歇吗？那你就不体谅他们舟车劳顿，说得像只有我累似的。你就是觉得我是个小孩，觉得我没用是吧？臣不敢。哼，不管我有用没用，你也不能区别对待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这里是平州近段时日的卷宗，诸位可翻看，一应击毙也归纳了出来，无从下手啊。弘文馆的博堂都是人杰，诸位博闻广识，看看能不能出主意啊。我以为一切的困难都来自于公款不足，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，平州各县衙如人手不足而导致的犯事闹事者无法抓捕等，大部分问题都可迎刃而解。
平州各县衙的公蟹田和公蟹钱似乎并无收成，甚至还亏了。啊？你能看懂啊？啊？我为什么看不懂？不就是陛下给各个州府划分了土地，拨了银两，然后让你们把土地租给农户，银两拿去放贷，收上来的地租就是官府的公款嘛。然后你们现在因为某些收成不好等原因，地租收上来的缺了许多，钱贷出去也收不回来了。其实这种制度本身就不合理。表妹，大家不用紧张，陛下并非不听劝之人，我们所议之事并无不敬之意，就算传到陛下耳中也没事的。谁想的这种方法呀？不过真的是我爹吧，或者是我那死去的大父，但是看他们怕怕的样子，是我爹的可能性更大呀。妈耶，阿爷也有犯傻的时候。专人有专长，刺史，读书人有傲气，不屑与商贾为伍，但这些事对你们来说很难，可放到商贾之人手中就很容易解决了。不行，商贾卑贱，连科举都不配，如何能插手官衙中事啊？殿下不要乱来了，朝廷人才济济，平州也不是就无人可用了，何必让那些商贾来脏了官衙的清廉？事情交给擅长的人做，何谈什么脏不脏？你们都在说什么啊？然而他们也同样不理解，贝静出身为大越的公主为何能说出让商贾插手州府事务的话来。她就这样懵逼地坐在原地，看着一路上都和睦友善的师兄们。刺史指责他的立场，虽然所有人都言语温和，但他还是很不适。这里太闷了，你们觉得我的建议荒谬就算了吧。现在理解我和你说的那些话了吧？那些人脖子上的都是装饰，明明很简单的问题，偏要弄得很复杂，规矩大过天，一点灵活变通的思考都没有。你让他们改变什么，就像是要了他们的命一样。第一次的时候我也很生气，但现下已经习惯了。好言难劝该死的鬼，毕竟他们才是这片地的父母官，是做主的人。我们觉得自己的考量再如何正确，也只能提建议，用不用是他们一句话的事儿。所以要是哪天我自己来当刺史就好了。还记得从前江夫子讲女诫的时候吗？他们内心深处或许连自己都没有察觉的想法，是不想让另一群人和他们达到同样的地位，哪怕以牺牲朝廷的利益为代价，只要不是牺牲他们自己的利益太多。走吧。去哪儿？既然你已经把解决问题最简单的方法都说了，就没有咱们的事儿了。不用担心，他们商量来商量去的，迟早会妥协的。毕竟钱迟迟收不回来，入不敷出，他这个刺史是会被陛下问罪的。到时候降职，可是就关系到他们自己的事儿了。咱们只要好好玩玩，等着就行。刺史见这些学生们要么想不出来东西，要么说出来的建议天方夜谭，不切实际，可行的呢，阻碍又太多。夫子，您看这……我看什么？殿下都已经出了最简单的主意，您要是另有高见，也可以自行抉择，不然这练的就不是孩子们，而是老夫了。确实，交给那些商贾，他们多的是办法把钱收回来，也能让公蟹田得到最大的利益，而且他们都不用报酬的，只要能跟官府挂上钩，一个个就谢天谢地的。一直困扰平州的问题是得以解决了，但我为何就是心里难受呢？难道说以后每次解决这种积弊陈疴都要不顾规矩，剑走偏锋吗？哎呀，刺史啊，有用就行，剑走偏锋又如何呢？你懂什么？文人风骨不可丢。得了吧，您之前还说不管怎么说，朝廷也不可能让咱们饿死，坚决不可能用天雾公主说的方法让商贾来办的。这才过了没4天呢。杨仲，你怎么了？我去找随行太医。殿下，别去，求你别去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殿下，如果您对属下有一丝主仆之情，还请不要声张。谢殿下救命之恩。为何说是救命之恩？我什么也没帮你。
殿下没有声张，就是救命之恩。世上练武之士，除非天生奇才，谁又能像暗卫一样达到主人的要求？武艺高强，又会隐匿，能长时间的不休息，随时随地的保持警觉。试问，这怎么能是人可以做到的事？然而，有人配出一种药，以燃烧寿命、损耗元气为代价，开发人的潜能。而如今，属下的元气和寿命，似乎是不久了。那才更要治啊！如果从现在开始好好养着，或许就能多活几年了。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。殿下，没用了的暗卫是不值钱的，等待我的只有被扔到废弃的角落，自生自灭罢了。拖着一个油尽灯枯的人，需要耗费多少气针？皇室暗卫虽然不算多，但每一个都好好奉养，拖不起的。他们知道我的状况后，知道我会有状态不佳，比如这时无法保护你的安全，那么我会被换走，下一个严重就来了，而我只会在一个无人问津的地方，静静地等待生命终结。你是不是在离京前就有发作的迹象了？但是你害怕，没说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会保密的，我不会让你成为被丢弃的人。太惨了，太惨了，真的好可怜啊！殿下，我不叫严重，是暗卫里每一代能力第2的人叫严重。我以前叫严卫，但这是成为皇室暗卫后的名字。我也不知道我爷娘给我起的名字叫什么，或许没有吧。如果是一个被期待的孩子，又怎么会被卖掉，成为弃婴呢？太惨了，真的好惨呀！我不行了，我的眼睛酸了。你保护了我5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我会偷偷找人医治你的。严卫。好，谢殿下。严卫，我没有能力去救所有的暗卫，我只能救我的人。但既然你是我的人，是不是就要听我的？当然。我指的是，在阿耶和我之间，你还是要听我的。属下知道。我一定会想办法治你的。现在我就命人找大夫去。我知道的，不找太医，他们可能会泄露给阿耶的。这位郎君身体亏损严重，要仔细调理，用药也必须得是十分珍贵的那种，就说山参也要1000年的才能吊上他的命。这些东西听着是唬人，1000年山参，我自己也只有1株。果然，暗卫不是容易救的，但东西再珍贵，也是拿来用的。用一些珍宝，得到一个完全忠心自己的暗卫，也是赚的。虽然是保护安全，但也相当于阿耶在我身边安了个监控。要是我想搞小动作都不好搞了。严卫，隐匿耗神，既如此，你就做侍卫打扮，跟在我身旁吧。是。许少卿。殿下安，您怎么会远在平州？许少卿，我进博堂了，我是跟着队伍来平州的。忝居少卿之位，实在惶恐。我本也不善管事，只是农桑，还是出来看看，对大越才有更大的贡献。大越州府甚多，平州也广袤，偶遇殿下实在是缘分。但臣明日就又要启程去德州了。平州这一处1年前我已经来过，这次来也只是看看作物的长势。那许少卿要多注意安全，护卫都要带好了。德州已经是边境之地，偶有骚乱，你是大越最珍贵的人才，可千万不能有个万一啊！要不先改个道吧？德州是边境之地，虽然现在突宁无暇扰边，但多年混乱，盗贼流寇不少。要不别去了吧？嘿，难道边疆的百姓就不管了吗？虽然可以运粮，但运过去的粮食难免会贵许多。德州离平州近，
天气相差不大，对农事的钻研可以考量平州的先例。若是改道，将来再去德州就要重新拾起来了。臣还是想一鼓作气，大约的子民呀，也能有更多的人填饱肚子了。对了，许少卿，我来的路上得了一些种子，这是棉花的。现在我们不是用的木棉吗？这棉花比木棉好多了。许少卿要是带人种出来，冻死的人就少了。这是红薯块，切一块埋土里就能长了。如果放在江淮一带的话，亩产6000斤也是可以的。哦，还有土豆，亩产没有那么高，只有2000斤。你管这叫只有？许少卿，既然你要去德州，在那里的时候，能否帮我打听一个人？殿下请说。听说年幼时，我有一位父母因为染了病被逐出了宫，他的家乡在德州。许少卿既然要去往德州，能否帮我打听一下他过得好不好？我只听说他叫阿鱼，若是他过得很艰难，你能帮就帮一把吧，一应花销报偿，回京后我给你。这事简单，那位于嬷嬷若是知道殿下惦念她，定然倍感荣幸。发布任务：营救被劫匪关押的许书欣，积分100分。什么？他又出事了？他怎么又双若卓出事了？不是，他怎么这么倒霉啊？阿爷不是给他派了护卫队的吗？只是比我的护卫队次一点而已。我还提醒了他注意劫匪的呢，他怎么就能被山匪劫了呢？给德州刺史写信让他去救，可以，但我也必须去一趟。深陷劫匪窝里，必定险象环生。要是位置有变动，我这里还能看。夫子，我们现在能去德州吗？殿下在说什么？我说，我们现在能去德州吗？殿下想说什么？我们现在能去德州吗？也没烧着啊，怎么开始说胡话了呢？殿下不是知道吗？我们在平州再待几日就回京了。弘文馆只是想锻炼学生，不会拿学生冒险的。走再远也不可能去边疆的。那我若是有非去不可的理由呢？殿下有什么理由？尤兄啊，你们带着学生们先回京，你们先一步，快马加鞭，拿着信去向陛下报信。吾等去拦公主，拦不住的话，就去找德州刺史，寻找公主的踪迹。好好的，公主怎么就失踪了？难道是被掳走了？不会吧，侍卫都带走了，肯定是自己走的呀。他疯了吧？我们和他是一路的，那公主失踪了，要是有个万一，那陛下责怪我们怎么办？本来以为是个乖巧的小女孩，没想到也是一个自私自利、刁蛮任性的主。不明真相就在这里吵吵什么？一路同行几个月，小殿下是什么人，你们还看不出来吗？他要走，肯定有他的道理。你不是最维护你表妹了吗？说句话呀！正是因为我知道他不是任性的人，我才更担心，定是出什么事儿了，还是我们不能知道的事。他还是个孩子。这娘们儿操黑的，我睡都不想睡。哎呀，就赏给兄弟们玩玩吧。谢谢大当家的。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司农寺少卿，是朝廷命官。你们要是对我不敬，到时候治罪下来，你们整个寨子的人都得死。哎，真是笑死了！编吓唬人的谎话，也不知道编得像一点啊！啊，朝廷命官，哪里会有一个女人当官的啊？女人连吏都当不了。哎呀，这娘们儿不仅是个丑的，还是个疯的。我因私农田没有着锦衣绸缎，但我的腰间还有令牌，你们不信可以看。先把他关进柴房里去。徐少卿独身一人，身边没有护卫，被绑着关在柴房里，暂时无碍。只是一个小寨子，人数不多，一群乌合之众罢了。我们带来的人完全能拿下。等会儿你带路，我们先直冲关押许少卿的柴房，把人救出来了，就不怕他们用许少卿做人质。严重，身为暗卫，要时刻跟在公主身边，怎能公主让你去打听消息，你就听了？你忘了主上的命令吗？你不是还在吗？平日我歇息时，也少不了只你一人护着公主的时候。那怎么能一样？按规矩，除了歇息时，我们不得离开公主半步。严重，你有事？
魏静初带着人直接杀进去。训练有素的侍卫队对付一群乌合之众，如砍瓜切菜一般简单。小娘们儿，爷爷我没碰过女人呢。你们老大可是说了，不准动我的。我们老大只是说把你扔进柴房，可没说不准让兄弟们上啊！哎呀，迟早你都是要给我们用的，我只是第一个来而已。徐子子，你怎么会孤身一人在劫匪窝里？你的侍卫们呢？我本来在地里好好的，去驿站的路上途经一条小道，突然就冲出一伙人来，原以为是刺客，结果他们是想把我劫走。或许是因为有备而来，侍卫队根本不敌，我甚至差点被拉到他们的车上。有几个侍卫把我抢了回去，然后又掩护我遁走。最后一个为了引开追兵也和我分开了。本来是想着离德州也没有2步了，可以去找刺史求援，结果天不遂人愿，又遇到了山匪，能攻破侍卫的重重保护，直接掳走许新书，而且劫走许新书还得对他们有用，要么是许新书本身的才能，要么是要挟许家，要么是要挟岳朝。殿下，我怀疑是外邦的人掳走许少卿，势必会得罪大越，而如今能不得罪大越有实力一较的，我认为是秃宁。臣辜负了殿下信任，没机会找到您说的那位于嬷嬷，还让自己身陷险境，让殿下来。殿下是怎么知道臣遇险了，还找来了这个寨子？等等，让我想想怎么编。本公主听说德州此处匪患，民怨深重，于是便发了善心来剿匪。殿下真是人善，而且殿下竟能直接救下臣。每次臣有生命危险的时候，好像都有殿下的救助。臣和殿下实在是太有缘分了。并没有，你我本无缘，全靠系统牵。强抢民女，妄图行不轨之事，把人都捆在这里，知会德州刺史来抓人。许少卿，接下来你打算如何？回殿，我想先找我的侍卫们。我先送你去德州，咱们先去找刺史，搜寻你护卫的下落。就是他们！原来这里还有个更值钱的呀！所有人都以极快的速度朝着魏静初冲来，离得最近的严昭上前挡住为首刺客的一击。难怪许新书和护卫队直接失联了。严昭，带公主走！对不住了，许少卿。严卫，放我下来自己跑吧。殿下尊贵。尊贵个屁！现在是逃命，咱们3个拉着跑，速度快些。殿下，现在怎么办？此处离德州境内已经很近了，我们先进城，还是找刺史，到时候再联系这边会合。希望我的侍卫们别死别残，受伤什么的，我回去都能给他们治。还有徐子子，哎呀，服了！本来是来救许新书的，结果现在还把人给丢下了。我们走了，许少卿不会又被那群刺客掳走吧？殿下，我来的时候，关那伙贼子都是全部冲着您来的，没人管在一旁的许少卿了。或许是您在，许少卿就不香了。秃宁毕竟是游牧居多，许少卿能发挥的作用不如在大越显著。可要是逮住了您，殿下看那边，悬赏令。您和许少卿的悬赏令，为何会有你们2人的悬赏令啊？如果是寻找公主的悬赏令也就罢了，但并没有提明身份，更像是悬赏犯人的。才6、7岁的小女孩，悬赏令竟然比江洋大盗还高，这得是犯了什么天理不容的事儿啊！遇上那种歹徒我还制服不住，这小孩要是遇到了，那可就发财了。旁边这个女人也一样啊，虽然低了一些，但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了。殿下，德州刺史叛变了吗？德州的官员是疯了吗？就算是叛变，也如此明目张胆。他们这样做，就不怕传回京中，陛下治罪斩了他们9族。殿下，德州刺史，如果德州刺史叛变，直接投敌就行了。地方大员也是难接触到朝廷的核心机密的，除非是留着他，等他再往上爬，不然直接带着德州投资的价值才更大。如果是为了抓我，那直接以寻找公主悬赏，待我放松警惕，再直接把我送到秃宁手上，那才叫防不胜防。幸好，不是刺史叛变，他们不敢公布我的身份，
应当就是怕引起刺史的重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德州官府里出了叛徒，而刺史纠察不严？这只是我的猜测，现在的情况对我们不利。唯一的好消息是，既然许少卿也有悬赏令，就证明他也没被抓住。既然他们已经明目张胆了，那定然是不怕消息传到陛下耳中。所以他们是确定自己能在陛下派兵捉拿前离开吗？还是说他们觉得在那之前德州会变成突宁的地盘？殿下，突宁和玉混正在交战，此时无力再对战大越的，应当只是他们确定自己能及时逃掉，咱们别太悲观了。但不是没有这个可能，只可惜我们无法把消息传回京，不然陛下他们能早早备战。我绝不能被抓住，我是越朝的公主，我不能做影响越朝战局的罪人。殿下，你要做什么？一张脸而已，划烂它就没人能认得出我们，这样我们就能一直保持安全，直到救兵来为止。看着干什么？快来帮忙啊！你要看着殿下毁容吗？属下听从公主的一切命令，不会违抗。娘的，疯了，全疯了！贝静初挣脱开雷涅尔的束缚。殿下，没事的，涅尔，我知道你担心我，容颜有瑕是不好看。回去之后，我就努力去疤。可要是去不了了呢？但我们现在能活下来，我也不会威胁到大越的战局，脸上2道疤而已，和命比起来根本不重要的。夫子带回消息后，阿耶见我迟迟不归，必会派人来救。现在的难处是，要等到救兵来的时候，早知城中更危险，我们就不该进城的。现下好了，进来容易出去难，出城门一定会被发现的。殿下，城外野兽凶猛，在城外未必就安全了。殿下不要责怪自己。既已入了局，难以抽身而退，就时刻不能掉以轻心。财物都在后面押送，没有运来。就算是运来了，我们也不能暴露身份去取，不能保证是刺史先找到我，还是叛徒先找到我。我的银子都是被常言皓月带着的，我自己还真是身无分文。雷涅尔掏出自己的钱袋，打开给贝静初看，里面倒是有满满一袋的银子。回去后，我以10倍黄金还你。我身上的料子是最好的贡品，要是被识货的人认出来就完了。真可惜，这些衣饰拿去当了，也能卖不少银子的。这儿的地方好，院子也宽敞。就是啊，以前死过人不吉利，屋主才降了价。您几位要不要再选一个呀？爹，妹妹，你觉得呢？就这里吧，未来还不知道要待多久，银子还是省着点用。余娘子，这几位就是要租您院子的客人，您看看，要是行的话，今日就能付钱。阿鱼回过神来，愣愣的应好，但他的眼睛依旧死死地锁在大梅平安扣上。有劳您了，明日我会清点好佣金去宅行的，您先回去吧。余娘子，这还没签租契呢。签没签，明日都会给你。现在，您先离开吧。殿下，殿下是我，你应该不记得我了。我曾做过你的父母，你是喝我的奶水长大的，殿下。于嬷嬷，是我。嬷嬷，我的身份一定要保密，如果泄露了出去，我会死的，你也会死。所以，殿下的脸是因为这样才伤的吗？于姨，别叫殿下，叫我样样。宁儿，你怎么了？不知道，妹妹，我听到这个名字好难受，心口好痛，好难过，好想哭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于姨，能帮我们找一下郎中吗？别去，我再好了，只是刚才那一下男人，让我缓缓就行了。你是听不得那2个字？世界上还会有这么奇怪的病，靠音波的吗？无事的，妹妹，你可以再说一遍那个名字吗？真的有人喜欢作死吗？哇，你知不知道你刚才的样子有多吓人？我以为你要死了。再说一遍吧，我想看看是不是偶然。
样样。我就说，怎么会有害怕一个名字的病呢？应当是个意外。他不会有心脏病吧？说的是心急吗？那应当是没有的。样样，我这处院子曾出过命案，鬼神之说先不论，出过命案的住处便宜些，是因为凶手可能还会回来，你们的安全重要，别住这里。我如今在县城府上当教习先生，有几分薄面，不如你们跟我一起去我的院子里住，就说是我的远亲。德州内到处通缉我，能做到这种地步，定然不是一个县城能做到的，所以县城叛变的可能小，而那群通缉的叛徒应该也想不到我就住在他们下属的官邸，官兵搜查也不会仔细查官员住处。我知道，说是我的亲戚，委屈了样样，我绝无高攀之意。于姨，你是我的父母，有什么高不高攀的？这次多谢你，若我能顺利度过危机，回宫后我会向陛下给你请赏，必是厚赏。你的面具是不能取的吗？面目遮遮掩掩，难免引人怀疑。这是从前执行任务时伤了脸，为了不吓到别人才戴上的。没关系啊，我们现在是一样的脸啦，脸上都有伤，走出去还更像兄妹呢。心儿，这是样样妹妹，比你小2个月，让妹妹暂住一段时日。你年长些，要好好照顾妹妹，知道吗？她才不是我妹妹，我没有妹妹，这里是我家，这是我的房间，让她滚出去！心儿，谁和你说这是你家了？这是明宫的家。阿娘平日是怎么教你的？一个房间而已，让一段时间给妹妹又怎么了？阿娘，你不疼我了，你竟然为了一个外人骂我。于姨，不用为了我委屈心儿，我住哪里都没什么的。看看妹妹多懂事，再看看你。于姨，心儿住的房间一定是院子里最好的吧，所以你才想腾给我。但我一到来就抢走她屋子的话，心儿对我有敌意也是正常的。对我来说，住好一点，住差一点都是一样的，所以不用委屈心儿。她还是个孩子，不用太懂事的。可是你也是个孩子呀。不是，怎么又扯到我身上来了？阿鱼顺着他的意，换了个空房间里最好的。样样等上2日，我去找人牙子买2个丫鬟来。院子里有洒扫的仆役，并无贴身侍候的下人，但于姨会给你配好的，不让你受太多委屈。现在这情况还讲什么伺候不伺候的，能有个安身之处就不错了。况且心儿作为于姨的女儿都没有配奴仆，而我一个远房亲戚，你却给我配上了，就十分的不对劲儿。于姨，我能照顾好自己的。你给我娘下了什么迷魂汤？她以前从来不会照顾亲戚家的孩子胜过我，你又是从哪个犄角旮旯里冒出来的穷酸亲戚？一身小家子气的，没住过好屋子吗？别人的闺房都想抢。哼，乡下来的就是可产啊！对对对，你自己没有娘吗？为什么要抢我的娘？我没娘。原来真是个没娘的野孩子，难怪见到别人的娘就像苍蝇一样扒着不放。我告诉你，虽然阿娘说你是我们的亲戚，但她只是可怜你而已，我才是她的亲生女儿，你是怎样都越不过我去的。合理。丑八怪，一个毁容的可怜虫！你要做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你不是瞧不起丑八怪吗？那就让我们一起当丑八怪吧。瞧瞧你这脸，光滑细腻，在上面划几道伤口，应当很有气。你放开我！再动，我一个手滑，你的脸上就会多一条伤口哦。我错了，求你不要伤我的脸。那你说说，你错在哪儿了？我不该说你丑，还有呢，不该骂你是没娘的野孩子。既然都知道自己做的是错的，还我行我素，你不是知道错了，只是因为自己受到了威胁。滚吧！阿娘，那个样样欺负我，他想要割伤我的脸，让我变成和他一样的丑八怪。你叫谁丑八怪？谁教你这么说妹妹的？阿娘，他想要割伤我的脸。你是不是去寻了人家的不痛快？我不要你打的穗子，不要你给我的东西，
你去找你那个样样吧。臭丫头，你干什么？这又不是给你的，就是给妹妹打的。你娘我辛辛苦苦做了半天，你给我扔了！星儿受到了大打击，又哭着跑了。汉娘，就是他偷的，他偷了我的珍珠。星儿，你又在胡闹什么？汉娘，我没胡闹，就是他偷了我的珍珠。他一个乡下来的，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，见了就想偷，很奇怪吗？要绷不住了，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小的珍珠，我拿来镶衣服镶鞋的都比这大。你胡乱说什么？样样不是眼皮子浅的人，更不可能偷你的珍珠。为什么阿娘就相信他，不相信我？为什么你更喜欢他？我才是你的亲生孩子，他就是一个小偷，他不配被阿娘喜欢。心儿，既然你说是样样偷的你的东西，那为什么你知道他放在哪里？你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你拙劣的陷害伎俩，我都没有在一开始揭穿你，想着回去再和你细说，给你留一份脸面。可结果你竟还是不依不饶，定要把这个罪名栽赃到无辜的人身上。我甚至都不明白，样样是哪里得罪了你，让你对他排斥到连做人的底线都没有了。你说你这样子，还问为娘为什么更喜欢样样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阿娘，我错了，你别不要我。我何时说过不要你？阿娘，我是怕你更喜欢他。他来了以后，你让我把我的房间、我的玩具都给他。阿娘做的东西也不再是我一个人能用的。每次遇到事情，你都想着他。你是不是不喜欢我？只想让他做你的女儿？阿娘，我会乖的，你别不要我。怎么可能呢？你是我的女儿，我怎么会不要你呢？那你要更喜欢我一点。不是，于姨只是对别人家的孩子客气些，因为我是客人，她内心其实是更喜欢你的。真的吗？我没有阿娘，我的阿爷最喜欢我。你虽然没有阿爷，但你的阿娘最喜欢你。我阿爷有时候对别人家的小孩也很客气的，但我知道我阿爷最喜欢的还是我。贝静初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小机灵鬼儿，哄孩子很简单，只需要编排一个阿耶。心儿，虽然你担心于姨不喜欢你了，这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你知道，如果你栽赃的事情真的成功了，我会面临什么吗？阿娘会不喜欢你，还是讨厌你？不是的，我会被赶出去。如果我真是一个远亲的话，我会流浪街头，成为乞丐，只能饥一顿饱一顿，吃别人的馊饭。如果我没有本事，没有银两的话，若是你闹大了，我甚至还可能坐牢。会这么严重吗？于姨，孩子还是要打一顿，才会有一个完整的童年，对不对？阿姨觉得很对，并用行动表明了对贝静初的支持。来了来了，坐好了。好沉重的关爱。样样是不是吃不下了？这是样样过得最简单的生辰了吧？这种时候还能过生辰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有人给我做长寿面，关心我的人在我身边，祝我长寿。今天你生辰，我不骂你。阿娘说生辰是很重要的，要开开心心的。好好好。系统升级，好感页面显示升至90。你再升到100以后怎么办？那就升到100以后了呀，亲。你不要学那个人工智障的语气，说人话。并没有呢，亲。老子数到3。好凶啊，宿主！人家也不知道嘛，人家只是个废物筒子，你又不是今天才知道。又来找我玩啦？我才没有，我是来骂你的。好好好。有一个人我觉得很怪，我发现你很聪明，您能不能帮我分析分析？就是县城家的大郎马桶。等一下，马什么？马桶？怎么了？是哪个马？哪个桶？就是马驹的马，统帅的统啊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桶啊，我还以为是那个桶呢。哪个桶？没事没事，你说你的。就是吧，他有点怪怪的。我4、5岁的时候，他见到我都是很鄙夷的样子，眼睛长到脑袋上去了，鼻孔朝天的，觉得所有人都不如他的。
最近却总是给我好吃的。不过他说要吃好吃的，只能去他院子里偷吃。然后呢？他就摸我。他摸你？他摸你哪儿？你小声点儿。干！禽兽！你怎么不告诉你娘啊？大郎君说我娘是在县城家做事的，我要是告诉了我娘，她就让县城解雇她。摸一摸又不会掉块肉，只是我觉得不适应而已。哎，你怎么了？多久了？什么？我问你，他和你这样多久了？3个月前开始就这样。他很突然的开始关心我，但是也是真的很关心我。之前也是他说的，你来了，阿娘就不喜欢我了。他说我只能依靠他，所以我就听他的话，陷害你偷珍珠。对不起啊，样样。畜生啊！你知不知道他这种行为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什么？你干嘛？到底怎么了嘛？造孽呀！面对还在等他答案的心儿，贝静初心中溢满愧疚。他不能为了给阿鱼的孩子讨公道，就把事情闹大，让人注意到他。等以后，等局势稳定，他必然替于嬷嬷把那恶贼碎尸万段。县城家事大，马桶说的对。你要是告诉了于姨，我们确实斗不过他们，但你以后别再和他接触了，他不是好人。我觉得他是个好人啊，又关心我，又给我好吃的，给我送首饰。他说他就喜欢我这样的漂亮小孩子，只是摸我的时候我不太舒服而已。操！你必须听我的，要是让我知道了，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于姨，让咱们一群人都和马桶对上，然后被赶出去流落街头。世上还是坏人多啊！我给你套心窝子，你跟我玩心眼子。早知道我就不告诉你了，亏我还信任你呢。那大郎君也不必怄气，气坏了自己可糟了。一个小丫头片子，不过嘴上厉害，你直接用强把她绑来玩了。刚才看她那机灵劲儿，也知道这事的严重性。您就算是弄了她，对谁的影响更大？她难道还敢把这么没脸的事宣扬出去不成？您喜欢刺激的，那反抗的小辣椒不是更刺激吗？哼，不愧是你呀，果然是从小跟在我身边的，就是了解我。这事儿你去办吧，事成了，重重赏你。谢郎君。样样，你冷不冷？现在是深冬了，出去的时候看见外面街上又冻死了好几个人。哎呀，那尸体啊，瞧着真可怜，大雪天的，身上也没件厚衣裳，脚都是光着的。记得小时候烧炕的柴火都不够，冬天里也总是冷得很，就这么挨着进了宫。这之后啊，就再也没受过饿和冻了。不过对样样来说，这是吃了苦吧。已经很好了，于姨，你都说了，外面冻死了好多人，这时候能有个温饱已经很不错了。杨伟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收拾他不急于一时，咱们先把这一关度过了，别引人注意。我一开始还抱着侥幸的心态，觉得有现成的仕途做顾虑，那贼子不至于这么大胆。看来我还是低估了这些狂徒的贼心。现在明显是被那贼子盯上了，如果我走的话，希儿肯定逃不了。但我现在自身难保，也管不了他了。只是要离开，势必要给于姨一个理由。要怎样才能不惊动他们，悄悄地离开？咱们还得想一想。真是倒霉，除夕了还轮到守城。除夕值夜能得一碗肉饺子呢，咱们也少吃一口家里的粮不是？样样，快起来！外面打起来了，敌军已经攻破了城门，冲进来了。野味，去叫聂儿，我们快逃！于姨，你之前租给我们的小院子，马府里可有其他人知晓？不曾。就逃到那里去。县城呢？他逃了。我本来在马府给娘子们上早课，听见夫人叫骂。县城在昨夜攻城的时候就逃了。昨夜攻城的时候，也对，
官员定是一早收到的消息。身为朝廷命官，不说在战时指挥调度，竟然弃城而逃。弃城而逃先不说了，听你说，早上还在教娘子们上课，他没带上他的妻儿吗？甚至没知会一声，让他们赶紧逃。这我就不清楚了，但见他们一开始平静的无事发生的样子，应当是不知道的。人渣！留下妻儿在府中，定是为了让人相信他不是逃命，好放他出城。结果谁能想到，这人自私起来，什么妻儿子嗣都可以不管不顾。日前在系统里看到，阿爷已经点兵，大军就要到德州了。现在算算日程，不出意外的话，约莫过个5、6日，就该是月朝翻身的时候了。再等等，再等等。魏静初想再翻系统，看看军队的行进路程，点进去却是一片空白，往脖子上一摸，果然没摸到。完了完了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。车到山前没有路，船到桥头自然沉罢了。总算知道什么叫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了。泱泱，到底怎么了？越是困境，就越不能急。各位乡亲们，土宁军都是好人，不伤老百姓。大家把自家的余粮都收拾出来，一会儿啊，军爷们来拿。他们只要钱粮不伤人，不反抗就没事了。还好还好，土宁不准备伤害我们，只交钱粮就行，人在就好。这些东西虽然舍不得，总归还能赚的。待宰的羔羊，能信豺狼说的不会吃了自己的话吗？我对外敌的话保持怀疑。于乙，财物不要全部交上去，我们翻出最旧的衣服来，划破它们，穿得破烂穷苦一些。钱财只交1点就是了。可要是被发现了我们撒谎，别对敌人太诚实了，咱们把东西都藏严实一点就是。不久，2个秃宁的兵士闯了进来，阿宇把钱粮递给他们，2人点了一下袋子里的东西，扫了一眼家徒四壁的院子和聚集在一处老弱病残的几人，一言不发地走了。原来说的都是真的，他们真的不伤人的。这般门户大开，所有人都一览无余，大家以为安全，无人逃命。是不是可以清点人数，男女老幼几何？啊，不会吧？只但愿真的不会。于乙，我们要找个避难的地方，不能将生存的希望寄托在敌人身上。咱们去把地窖收拾出来，堆些保暖的东西，能做干粮的都做成干粮放进去，再想些办法把地窖入口隐蔽起来。军爷，我们昨日都交完了，我们真的没有钱了呀！好几个官兵闯进小院，粗鲁地翻箱倒柜，把剩余的财物也搜刮了出来。给这些小孩子的脸都擦擦。月朝皇帝的大女儿被困在了德州，要是找到她，可以直接和月朝皇帝谈条件，让他歌舞座城池过来。确定2人都不是，他们才离开。嘘，蛋蛋乖，安静，现在不能哭。要是被他们听到哭声，有可能被吸引回来，明白吗？妹妹，现在怎么办？先是劫财，等财劫完了，如果他们想止戈，就该结束了。但我觉得不可能，烧杀抢掠一直都是一起的。走，所有人都去地窖里躲起来。第4日，让我出去！让我出去！外面明明没事了，这里又冷又闷。安静！娘，什么时候了还闹着不舒服？我就是平时太惯着你了。听样样的没错，先把这几天等过去，你别跟我闹。为什么就要听他的话？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真的很不舒服。为什么不能听我的吗？希儿的怨念和不满越冒越重，对魏静初的决定的不服也达到顶点。他已经在心里悄悄地决定，明天就跑出去。到了第5天，听着上面的响动，希儿瑟瑟发抖地缩在母亲的怀里，再生不起一点出去的念头。地窖的上方传来阵阵搜寻的脚步声，不知道是不是被静初的错觉，这次的惨叫声里，除了有被打杀的，还有女子被凌辱时的隐约哀鸣。
他把手伸到自己的脖子上，像是想要拿开脖子上无形的手，一种窒息感萦绕着。原来他们一开始的目的就是屠城。原来一开始说的较量不杀，都是麻痹人心的手段。这些人都是越朝的百姓。外面的屠杀持续了2天。第7日，大家伙们，屠城结束了，该出来的都出来吧。现在出来的代表你投降了，可以留一条命，明天再出来就要杀了。你看什么？阿娘，他们说外面安全了，今天出去不会死，明天出去就会死了，我们要赶快出去啊！贼子狡诈，上一次就骗了我们，现在出去只是引蛇出洞，不能出去。那我们要在地窖里待一辈子吗？也不可能躲一辈子，万一这次是真的放过我们了呢？心儿的想法就是那些躲着的还活着的人的想法吧。然后今天又会多一批刀下亡魂。不会的，大越的军队会把屠宁打回去的。那要多久啊？万一他们不打呢？我们就要一直躲着吗？是啊，对于不知道消息的普通人，他们不知道越朝并没有放弃德州这块土地，也不知道越朝有了秘密武器，他们会愿意赌一次恶鬼的善心。心儿，你娘舍不得对你如何，但我不是你娘，你要是敢跑出去给样样带来麻烦，我会直接弄死你，给你一个痛快，也免了你凄惨的死在敌人手里。阿娘，念儿说得对，如果这孩子真的不懂事，擅自出去，你就杀了他吧。阿娘，我平日教惯你，不忍你受任何委屈，也不要求你懂事，但现在是什么时候？现在是敌军屠城的时候。星儿，你别任性了，懂一点事吧。越朝的大军怎么还没到？定然是出了意外了，总不能是阿爷不要我了。就算不要我了，也不可能放弃德州吧。这天晚上持续的流亡和担惊受怕，或许再加上地窖里的阴冷，魏静初终于发起了高烧。不行，太烫了。于姨，这附近有没有药材店？我和严卫去找。小时候我阿兄就是在一个夜晚生了场病，家里穷，药材金贵，买药的钱够一家吃好多好多顿饭了。阿娘说阿兄一定能熬过去，但他没熬过去。等他额头的温度降下来的时候，去摸他的鼻息，发现没气了。你们2个先照顾好他们，我出去找药。于姨，我也一起去，我有些身手，如果有贼寇的动静，我能先发觉。我们只用把武功最厉害的严卫留下，保障他们的安全。你知道要找哪些东西吗？我不通医术，但只是找点最简单的麻黄和姜回来，也比坐着等死强。别去，妮儿，于姨，别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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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心儿，你一定要记着阿娘的话，什么都可以不记，一定要记着这一句。以后不论什么时候都要听样样妹妹的话，她很聪明，也不会害你。你跟着她，你们俩互相照应。记着，记在骨子里，一定要听样样的话，记住没有？我记住了，阿娘。你可不可以不要走？我病能好的，你不要出去好不好？雷尼尔带着阿鱼有惊无险地躲过了2波巡逻的人，再到前面，阿鱼说那是一片较为开阔的草地，他踢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，低头一看是一个人，再仔细一看是一堆人，顺着他们抬眼望去，一片繁茂的草地上全是人。于娘子呢？不知道，我们
被发现了，予以掩护我，让我把药拿回来。我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不知道他怎么。我希望他能找机会逃回来。这里不能烧水，贝静初体验了一次干嚼药材，苦且难以下咽。熬过了刺骨的寒夜，天亮时，他就收到了这份噩耗。你说什么？洋洋，都怪我，我不该一个人回来。不怪你，你回来就很好了。那该怪谁呢？怪敌人，怪秃宁，怪屠城的恶鬼。心儿也在此时悠悠转醒，他哭闹着要出去找母亲。没有阿鱼在耐心劝着，严卫一个手刀劈晕了他。一个人，一群人的力量也太渺小了。我以为我是公主，是最优秀的公主，我很了不起。原来我什么都不是，脱离了太极宫，我什么都做不到。洋洋，回去之后，我们想办法把屠宁灭掉吧。一个人的地位越高，权力越大，对人世间的影响也越大，就能改变越多的东西。今天已经是第8日，他逼着自己继续撑下去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希儿没有闹了，仿佛成了一个哑巴，也是安静的乖乖坐在那里，眼神空洞，像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木偶，让贝静初心里一揪。心儿，如果我们活下来了，如果我们出去了，我们一起生活好不好？也不是没有亲人了，我们是亲戚啊。阿娘说让我听你的话，我听话，我不哭了，不出去透气了。阿娘能不能回来？第9日，搜查的动静不断传来，没有被搜到是万幸，但如果被找到，我们要有一战的能力，尽力的拖延时间，只能是拖延时间。再高的武林高手也敌不过千军万马一拥而上。第10日，地窖的门被掀开了，士兵狞笑着，本以为又抓到一窝没有反抗之力的兔子，一把泛着寒光的刀，久不见天日的刀，直接砍下了他的头颅。城外，终于抵达的越朝援军开始攻城。秃宁将军自信的笑脸，在自己的人马被炸成肉花时迅速溃败。将军找到一个小女孩，疑似越朝皇帝的大女儿。报，将军，潜入的援队有殿下的消息了，殿下性命无忧，在躲避敌军的追捕，但是把自己人也躲过去了，他们正在继续搜寻。我们先找到了雷娘子。好，哈哈！哎呀，先把念儿安置好，要紧的还是先搜寻公主。你去跟念儿传个话，我得空了别去看她。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？他撑不住了。严卫，下来吧，换我来。严卫没听话，继续如砍瓜切菜一般收割着一波又一波如蝗虫般的敌军。严卫，先退下，你歇歇。严卫不听，他手中的刀继续挥着，更多的敌人倒下了，他吐出了一口血，他支撑不住了。贝静初上前去接过严卫手中的刀，又硬生生地杀开了一块空地。一群废物，抓一个小孩都抓不住，我倒要看看是什么腾格里下来的孩子不成？小公主，乖乖到我身边来吧，你过来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你想要的是能威胁我阿耶的活人，但要是尸体呢？听说越朝人最讲究入土为安，我要是鞭尸你，你觉得越朝皇帝会不会心疼他的女儿？你们的主帅会不会顾忌？哼，果然卑鄙！既然你威胁我不想我死，就证明活着的我更有用，所以你大可以试试，我敢不敢割了自己的喉咙？
月朝的援军终于到了，难怪抓我的兵力越来越多，就连将领都来了。越是这种时候，越是棋差一招的时候，就越不能放松警惕，不能让贼寇得手。贝静初拖延的时间没有白费，一只飞镖朝他脖子上的刀打过去。殿下，属下来迟了。您的脸……先别管这个，我们快走，找个人把严重背上。殿下，殿下，您的脸……殿下受惊了，我们让人准备好热水和茶点，殿下先去沐浴去法吧。殿下安，您受苦了。将军，聂儿还在里面，我跟你说位置，你立刻派人去接应他们。禀殿下，念儿得您庇佑，先被我们找到，已经安置好了。许少卿和莫晴郡君可还安好？性命无虞，殿下无事便好。臣还要指挥调度，具体事由等战事告捷后，臣再一一向殿下禀报。将军，我以前的父母也在德州，与我走散了，你找人再寻一下他吧。遵命。你会不会说话？殿下损了容颜，自己的心情就够糟糕了，你还一惊一乍的，咱们要稳重一点儿，不把这当回事儿。殿下受我们的影响，才能不把那些伤当回事儿，知道吗？战事要紧，阿爷分身乏术，抽不出来看我是正常的，这点道理念儿懂得。况且看上的是军医，阿爷来了也没什么用。将军，德州战事已经结束了吗？禀殿下，德州已经攻回来了，也派人向您的营帐去报了喜，想是殿下错过了，臣心系女儿，没有及时去找殿下问安，殿下恕罪。念儿，殿下，听说你受伤了，心儿呢？她和你一起还好吗？殿下引开了大部分的人，只有少数想捡漏的下了地窖，我把他们都解决了，身上挂了些彩，放心，都是小伤。是，腿都断了，都小伤。叮，检测到重要道具。殿下，怎么啦？把他脖子上的东西给我拽下来。殿下，您要找的人好像找到了，是与不是，您去认认吧。殿下节哀。节哀？怎么能节哀？寿终正寝，无疾而终，还能安慰自己节哀？可阿谀他只剩一颗头骨了，尸体的脸上还维持着狰狞的痛苦神情。被刽子手枭首的罪犯死前都不会这么痛苦，凭什么？什么错都没有犯过的，只想安安稳稳度过一生的女人，却要被折磨致死。殿下，想哭就哭出来吧。为什么要哭？我哭不出来。这血腥绝望的10天，在史官的笔下，仅仅4个字总结：德州10日。一个城池的途径，最后也只有一个描述：涂炭生灵。轻飘飘的，被墨印在纸上，供后人观阅。公主，我弟弟病了，让他休息。不可能，要么走，要么死。病了算什么？死了正好。岳朝一向说自己宽厚大度，都是犹太俘虏的，所以你们就敢肆无忌惮的侵略，觉得被抓了也不用付出代价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是宽宏大度的人，在我手下1天，你们没资格过舒坦日子。就算你现在折腾我们有什么用？你也不能让我们所有人都死在路上。等我们到了越境，虽然会被关起来，但还是会和那些被俘的前辈一样，被好吃好喝的招待，彰显你们的大国风度。你根本就没有权利虐待我们。贝静初抽出身边士兵的刀，直接往他身上戳了一个窟窿。我说了，要么走，要么死。你们现在没资格和我谈条件，再闹，杀了你，没意思。还以为多有骨气。殿下，能否上来坐坐？大业确实一直有优待战俘的传统，以彰显我大业的气度。虽然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要彰显这个气度，也不明白干嘛优待侵略自己的敌人，但殿下明目张胆地惩治他们，回去之后，陛下会不会责怪？那些臣子又会不会对殿下口诛笔伐，说您不够仁善？所以，我阿娘就该死吗？杀了他们的敌人，
被我们抓到后还不能受到惩罚吗？我甚至觉得这还不够。如果害怕那些愚人的嘴，害怕阿耶责怪，我就让他们好过，那我心里才是真正不好过。念儿，我已经足够理智了，否则我现在就该动私刑，把他们一个个全都刮了。回京后，他们有什么异议再说吧，至少在这个队伍里，是我做主。陛下大喜！天雾公主的车驾已到京郊了，再算算距离，现下应当进城了。皇帝一下站了起来，因为起得太急，甚至眩晕了一下。不用，百家宫门，迎公主回来。陛下，妾也要去。给太后和贤妃处传个消息。儿拜见陛下、太后殿下、贵妃、贤妃。我的初儿，在外面吃了不少苦吧？瞧你，瘦的都只剩一把骨头了。快让大母好好看看你，为何戴着面纱？大母，我们回去再说这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贝静初也不隐瞒，把事情说了出来。太后心疼地抱着她哭。其他长辈虽然没有太后这么夸张，但疼惜之情亦是分毫不减。姨，这位是心儿，她母亲为了救我惨死，她的父亲估计也在德州死于非命了。我想求您通融，留她在宫里陪我。都是小事。这伤痕看着可怖，但下手还算有分寸，并不深，没有伤及根本。坚持涂药，伤痕会慢慢变浅。至于能不能消散，就要看个人体质了。不过殿下一向愈合伤口很快，想必是有复原的希望。见贝静初面有倦色，一一离开，让他休息。长辈们走了之后，小的又来了。阿爷，我听说长子回宫了，长子在哪里呀？我想找长子陪我玩。长子赶了一路累了，燕玉乖，让长子休息一天，明日再陪你玩。阿姨，我想给阿宇请后赏。朕可以下旨，封她为一品诰命夫人，风光厚葬。风光厚葬，尸骨都只剩一口头颅的人，再厚葬，真的能安息吗？那心儿呢？我不相信给死人后赏能弥补什么。阿姨，我要收心儿做义子。可以，朕封她做县主。阿姨，你说为什么打仗都赢了，还要屠城呢？就因为敌人残暴不仁吗？其实大越攻打他国的时候也屠过城的。为什么？我以为只是外邦残暴嗜血，但为什么越朝也会屠城？为了防止军队哗变，你知道打仗这件事儿，上一刻和你谈笑风生畅想未来的兄弟，下一刻就可能死在敌人的刀下，死亡的阴影会随时笼罩着将士们。而屠城将镰刀伸向无能的羔羊，可以释放他们的压力和情绪，也不用担心民间势力聚集起来，待他们示弱的时候反抗，造成麻烦。而除掉男子，留下女子，施暴也好，通婚也好，则是可以最快的繁衍生息，只需一代，就能让被攻下的城池里面的人全都变成自己的血脉。这是一个十分残忍的手段，却是见效最快、损失最小的手段。其实以杀戮来消解压力也是有一定道理的，比如我现在就想杀了屠宁的那些兵将。皇帝听后眸光一动，想到了一个让孩子出屋的办法。明早小朝会商议如何处置俘虏，你想不想去听听？你来了还能给个意见，但要是不来，估计就得按惯例优待俘虏了。我要去。优待战俘彰显大越度量。曹世忠，我差点以为你是秃宁派来的奸细。别说优待，我要活刮了他们。贼子不会因为你的宽容就感恩悔过，他们只会觉得你好欺负，随时都能再来踩上一脚。
我要让他们千刀万剐，凌迟处死，让其他人知道，犯我大越的人都是什么下场。公主旁听朝政学习，安静聆听便是。殿下才从德州归来，所言难免意气用事，但两国之争并非互相报复呀。曹世忠在京里养尊处优，对德州最大的感触不过是一封封10万火急的战报。你知道被屠的德州百姓有多少人吗？你知道万人坑乱葬岗有多大多深吗？你见过满地成堆的尸体吗？就算给他们每条人命只算1刀，每人活剐3000刀也还是还不完孽的。你当然可以高高在上的理智批判，因为你在安乐富贵窝里享乐人生。陛下，儿请求严惩贼子。殿下，为时已去，穷寇勿迫。对于陷入绝境的人，不能太过逼迫，否则容易引起敌人困守之斗，反而给他们背水一战的决心。优待战俘，不仅是扬我国威，还可以消磨敌人的斗志。毕竟被俘后也能有一条活路。如果战俘被捕后受到虐待，那么他们在被捕前定会拼命反抗，给我军造成更大的伤亡。那不一样，投降的可以饶恕，但负隅顽抗后被抓的就必须不得好死。否则你觉得敌人会不会认为攻打你的地盘，屠戮你的子民，反正也不用付出代价，最后还会被你好好的供养起来？就算是投降的俘虏，也不配得到和大越子民同等的待遇。他们手上谁敢说没沾我们同胞的血？臣记得工部缺徭役，修长城，挖沟渠，不让他们死，给口饭吃，就够仁慈了。总算有人说句人话了。那对于这一批穷凶极恶、垂死挣扎也不降的俘虏，就凌迟了吧，也能震慑他国，扬我大越国威，让他们都知道，犯我大越，虽远必诛。你就是想剐了人家，对吧？准。儿想亲自行刑。监刑可以，亲自行刑不行。是，谢陛下。反正到时候可以先斩后奏，我自己上手了也没人敢拦我。算了，你开心就好。是啊，你看，我们可以惩罚那群恶贼了。你要不要去观刑？我要去。越朝的小公主，我就说吧，你再狠，我们也会被放出去的。我是来杀你们的。你们要对将军做什么？你要是觉得害怕，就出去别看。看着害死我娘的人被千刀万剐，我为什么会怕？你想不想划一刀？他扣着刀柄的指尖泛白，对着绑在刑架上的男子犹豫了很久，还是戳不下去。不行不行，我做不到，我没有，我下不去手，我竟然对杀我娘的仇人都下不了手，我真没有。没事，你敢看着，已经很勇敢了。心儿阿紫，你要睁大眼睛，替你娘好生看着。第1刀，贝静初划下了他大腿上的一片肉，又划了10来刀。贝静初把匕首交还给了行刑人，那人咽气的时候只剩下了一副骨架，不知怎的，有水从眼眶里流了出来。贝静初终于哭了出来，这次像个真正的7岁小孩子一样，无理取闹的嚎啕大哭，怎么也哄不好的那种。听说严重不行了。阿姨，让我治他吧，让他就在我身边做个侍卫。德州一行，如果不是他全力护住我，我早就没了。保护主人本来就是暗卫的天职，他不行了，阿爷会给你第2个严重。你知道治一个元气耗尽的人需要花费多少资源和财富吗？你的感情实在太充沛了些，为何连暗卫也能让你生起恻隐之心？如果我真的说是因为怜悯，阿爷肯定不会答应。以严重为例，就知道我不会慢待手下，那么跟着我的人会更忠心，也能吸引别人愿意为我做事。哼，行，德州之行你历练的也够了，伯堂那群夫子认为你历练的够了，可以出师了。
歇息半个月吧，好好梳理一下自己的心情。时间够了，阿爷该给你派活了。公主成年或出世之后，不就应该享乐了吗？给我派什么活？从现在到及笄，我还能玩8年呢。你们都下去吧，朕要和公主议事。朕整日久坐，这龙椅是最舒适柔软的。初儿想去坐坐吗？试试这世界上最舒服的椅子是什么感觉？阿姨，我去，受刺激的不是我吗？怎么感觉阿爷疯了？这是想做就能做的吗？是想让人睡就让人睡的吗？你清醒一点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呀？喂，这是象征，是皇位的象征，懂不懂啊？别人坐了这个椅子不是要杀头的吗？虽然你应该不会突然看不惯我，想砍了我，但是，哎，总觉得有陷阱。朕之所以让你去为朝廷做事，其用意你应该明白。你要做事，要取得自己想要的位置，就该服众，用你自己的能力，不说所有人，让大部分人，或者说那些重要的人都承认你的本事，让他们觉得除你之外，没有人比你更有能力带领他们。对，朕说的就是那个意思。你难道不想灭了屠宁吗？你难道不想让女子们有选择自由的权利吗？你不去争，你如何指挥大越的将士们举刀屠宁？你不争，如何让大越朝着你所希望的样子发展？说出来吧，只要你不是现在就想谋朝篡位，朕不会生气的。你进宫后，本以为是博个无忧的前程，娘之前还叫你藏凤，没想到天乌公主竟是个早早进博堂的人物，倒叫你小小年纪就经受了不该有的磨难。娘，殿下比我小多了，不也一样吗？人家是公主，是天才，你就是个小傻子，你怎么跟人家比呀？我哪里傻了？平安回来就好，德州那地方能活着回来就是万幸了。这次回来就别出去了，你父亲这次征讨突宁，如果立了战功，咱们就求他去向皇上讨一个恩典，不让你给公主做伴读了。殿下前途无量，但其中的危险咱们家消受不起，阿娘再给你相看人家了。阿娘，你在说什么？还害羞呢？你也不小了，都12了，还有3年就及笄了。这看夫婿啊，是要关乎一辈子的事。姑娘家嫁人就是第2次投胎，不能马马虎虎的随便看一个将就了。为娘啊，从现在就给你选，仔仔细细的挑，定能挑个样样都满意的好人家。娘这辈子呀，就你这么一个女儿，我定要把你的将来都打算好了，让你在这世上能少吃一点苦就少吃一点苦。阿娘，我可不可以不嫁人啊？你怎么会有这种大逆不道的想法？人这一生本就是该长大成亲生儿育女，你不嫁人你想做什么？在雷家待一辈子？那我就在阿娘身边尽孝，难道娘就这么不待见我，非得赶我走吗？娘自然是希望你能一直待在身边的，可我和你父亲不在了怎么办？你妹妹不少，但却没个兄弟，你父亲又是在战场上拼命的人，不知道哪一天就会有意外，到时候一家子女眷无依无靠的，就算留下钱财也难守住，倒不如趁着你父亲势头正盛，给你找个显贵之家，也不怕下半生无依啊。可是像阿耶这样从前那么喜欢仙夫人，不也是说弃就弃吗？谁能保证自己找到的一定是良人，又一定会一直好好待自己？而且阿耶已经是京中万里挑一的好丈夫了，我都不敢想以后遇到更糟糕的人，我怎么忍？事到如此，念儿，你没有更好的路走，你已经比世上90%的女子都幸运了。你父亲是天子的刀，是金吾卫大将军，你是大越最顶尖的那一波贵女，你至少往后一生可以锦衣玉食，仆从成群，
地位崇高，众星捧月。就算夫婿不是个良人，又怎样呢？不嫁人，我也能锦衣玉食，仆从成群。不试试，怎么就知道我保不住自己拥有的东西？你真是气死我了！你这孩子，为何现在一点都不听话了？快来人呐！夫人晕倒了！大娘子，夫人是华脉之相，方才怒火攻心，必人开些药去，服下就无大碍了。就是夫人不宜再动气了。大娘子还是个姑娘呢，不懂事常事。夫人呐，这是怀了小主子了，大娘子要有最嫡亲的弟弟妹妹了。我是有孕了，念儿，这一胎要是个弟弟，咱们娘俩以后就有依靠了。你对弟弟好，你们感情好的话，将来你老有所依，娘也就不逼你出嫁了。雷尼尔迷茫地感受着掌心下母亲平坦的腹部传来的温度，母亲是爱他的，他明白，但为什么他的未来是要赌在这个没有一点存在感的胎儿身上呢？妙，我记得你和我说过，你将来不想嫁人。虽然大约是有女护的，但雷将军是绝不会允许你做这么出格的事情的。你已经12岁了，还有3年就及笄了，更早说还有2年就要相看人家了吧？想什么呢？我不是来打听你的亲事的，我是来告诉你，或许现在有一个不用嫁人的机会摆在你面前了。念儿，你觉得我的才能如何？自然是不世之才，世无其二。同样作为陛下的孩子，如果我以公主之身去争一争储君的位置，你觉得我可以吗？嘘，殿下慎言，隔墙有耳，这话可不能传到陛下那里去。没事，我不怕。你不怕，我怕。反正就是一句话，我干了，你帮不帮我？这怎么还带威胁的？我自然是想助殿下的，但我又能帮殿下什么？我人微言轻，只怕无法做您的臂膀。如何用人是我的事，这个人肯不肯被我用，才是他的事。殿下想好怎么走了吗？说是成事，不能只凭一腔义气。我这么聪明的人，肯定早就想好啦，只是怕有疏漏，找人商量一下。说不定念儿这个笨笨还没我想的全呢。公主真是一如既往的自恋哈。世上没有公主为储君的规矩，若要行这开天辟地第一遭，就要收到足够的筹码。我们不像嫡长子，有祖宗家法的保护，只要不是个傻子，就能得到拥护。所以我们要得到拥护殿下的人，只能自己去争取，拉拢势力。孺子可教。殿下，您戴着面具不闷吗？你的关注点好奇怪啊，不过确实闷闷的。再摘就摘了吧，我又不敢嫌弃殿下。是不敢，而不是不会，是吧？哼！既然他都来哄我了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原谅他吧。但是不能现在就原谅哦，不然显得我太好哄了一点。你知道的吧？朝堂官员都分为士族与寒门2种出身，而这2派没有和谐的时候。士族如今好不容易被弹压下去，如果殿下拉拢他们支持你，陛下第一个不同意。再者，他们本就被累世的富贵养大了野心，你如今朝他们索取了1分的助力，将来若有幸，怕是要用10分的让权去填补他们的胃口。再者，我们现在能给士族的好处，不足以让他们违背所谓的宗族家法来支持您。是的，而且大越不能再出现前朝那样皇权被世家死死压住的情况了。我们拉拢不了所有的人，倒不如扶持寒门子弟。被我一手拉上来的人，自然是我的人。不忠的，我也能随时把他们按下去。况且显贵有多少，落魄的读书人又有多少？世上还是无权无势的人多些。每个人的力量虽然不大，但是人多呀。拉拢寒门，就是拉拢天下人笔杆子。我都能想象到，自今日起，我的名声不知道会有多好听，至少比阿爷的暴君名声好听多了。你的关注点明明也很奇怪。还有，女子
天下间不论寒门士族，女子占了一半。就算一开始他们不敢明着支持我们，但有人带头之后，声势大了起来。所有人，哦不，这么说太绝对了。有些人脑子有坑，除了一些脑子有问题的，没人会放弃自己所在的人群能有更多的利益。小女雷男儿，请天雾公主安。真漂亮啊！如果不是记得她是霸凌姐的话，我一定会因为她的脸对她很有好感的。起来吧。谢殿下，小女是来看长子的，没想到殿下也在这儿。我躺10天半个月的，也没见你跑得有多勤快。公主来了，就装好姊妹了。长子，我害怕，刚才公主一个眼神过来，真是吓到我了。听说她亲自践行，凌迟了所有俘虏，这实在是太残忍，太可怜了。人死不过一刀，何必要折磨他们呢？背后说人坏话，议论到公主头上了。下去，掌嘴20。长子，雷家没有这样的规矩，你分明是公报私仇。阿爷说过，让我们冰释前嫌的。你趁着他不在就折磨我，等阿爷回来，定不会饶你。阿爷没回来，你就不该到我的院子里蹦跶。等他还朝，我早进宫了，他还敢追到宫里来罚我不成？再说了，处决敌人是残忍，你这话讲给阿爷听听。他在前线杀敌，看着将士将屠宁一个个击倒，你这话等他回来讲给他听听，他罚你只会更狠。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把二娘子拉下去？你回宫后就一直不肯见人，我都快急死了。他们说你人好好的，可你这种跟猴子似的到处凑热闹的人都闭门不出了。说你好好的不是睁眼说瞎话吗？谁跟猴子似的？你给我好好说话啊！你被怎么样了呀？是不是被人下降头了？哎，这可严重了。要不咱们去太后的小佛堂拜一拜吧？听说你脸上也受伤了。哎，把这闪现人的面具取下来，我瞧瞧行不行？不要，我可是你表姑，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要。行吧。贝贤托我问你，什么时候回博堂去？我已经出师了，我被静初再也不是每天都要苦哈哈上学的小孩子了。不是，凭什么？我之前休息了1年已经很高兴了，结果你直接就出师了，那你岂不是可以每天睡觉睡到自然醒，从此就可以躺着当一条咸鱼了？哎呀，真是太幸福了，我要羡慕哭了。倒也不是每天都能自然醒，也不能一直躺着当咸鱼。在周欢九疑惑的眼神下，贝静初越说越小声，心里默默哭泣。那这个毕业有什么意义？就是从学生变成打工人而已。堂妹，你虽然已经出师了，我跟着你应该也能算出师的，但我觉得我能力不行。本来我是你的伴读，但你现在都不上学堂了，就不需要我时刻跟在身边了。我还是想回中堂去多学几年。我是不是很笨啊？给你们拖后腿了？堂子，你别这样想，你不笨的，是我们太聪明了，对比的你很笨而已。被画的眼神啪的一声灭了。许承胄，许兰七的儿子，姑姑许新书，脑子也算不错，很有用。这个曹世忠的侄子，人笨，但他伯父有价值。那个，我回宫这么多天都不知道来看看我，问个话还有99帮忙传，你是没嘴还是没腿？一点兄妹情都没有，跑一趟宣誓殿能把你腿跑折了吗？哎呀，我得叫大理寺来评评理呀！是我不想找你吗？我往宫里递了多少牌子，全都石沉大海。为了找你，我还能强闯太极宫不成？你表兄我还没活够呢。我也递了好多次牌子的。其他小伙伴们也跟着谴责。我的错，我的错。今天这顿我请行吗？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铁公鸡都拔毛了。师兄们好。哪里配称得上殿下的师兄啊？您才进博堂1年不到就出师了，也就出去历练了1次，哪像咱们啊，来来回回都2、3年了，也没见得夫子松口，说一句可以了。哎呀，想来陛下爱女之心确实让人感动。
让先生们放您出来，还是以出师的名义？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殿下与我们一同出行，一同历练，他什么本事你没看见吗？殿下本来就没有再历练的必要了，你自己脑袋不灵光，看问题永远只看表面。夫子觉得你出不了师，瞪我也没用，瞪我你的实力也就那样。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这次也出师了，嘿嘿，没想到吧？小伙子，你很有前途啊！那神兵的名字叫火药，你们知道有多神奇吗？只要提前埋在地下，然后一根引线烧过去，就能把敌人炸得血肉横飞。哎呀，我大岳真是奇人异士，人才辈出啊！这一仗攻打突宁势如破竹，可惜来得早了点儿，咱们火药没造够，不然的话，王都都能直接给他薅下来。没事没事，我和九九玩呢，表兄你玩自己的哈。可是他好像要死了哎。你们说造出火药的是谁啊？这肯定不是现在才弄出来的呀，不然没时间秘密的大量生产出来。那个人定是像许少卿一样被藏起来了，如今战事已起，也快到封赏的时候了。哎呀，总不能再和上次一样，是某位女中豪杰吧？我呀，就是本姑娘我呀！怎么可能？已经出了一位奇才是女子，再出这么一个又是姑娘，那这天运近年来是都偏爱女子些吗？将来是不是还要乾坤颠倒了？进出到处交际的这几天，前线的捷报也接二连三的传来。前线大捷，你是大功臣，但是要想好，一旦你受封，就再也不能出京城了。和九死一生才回京的许少卿一样，一旦你的作用被天下知晓，就会引来敌国或者叛军的觊觎。对他们来说，绑不走你，让你死了，也比你继续为大岳效力来得好。而京城是戒备最严密的地方，出去了就不安全了。许少卿是因为要思全国农桑，不得已四处查看，你却是不用的，所以你不得出京城一步。谢陛下隆恩，妾愿意不出京城一步，希望荣耀加身。行，那今日起你就该自称臣了，而且也不用去弘文馆了。早知道不用再上学了，不出京城算什么？他连犹豫都不带犹豫一下的，但凡纠结一下，就是对不上学的不尊重。朕会给你安排个工部的虚职，你好好弄你感兴趣的东西就行了。没有经历过社畜险恶的周欢九，傻傻的期待着美好的未来。此等功臣，是不是也当位列公侯才可？朕还决定，让此人任军器监。陛下，之前的许少卿是女子之身也就罢了，这周郡君甚至还未及豆蔻之龄，完全就是个孩子，怎么可能？这我大岳人才少年出英雄，难道不是好事？智灵便能做出神兵，难道不是好事？他现在还不够豆蔻，那直到他死，将来还能为大岳造几十年的力气，难道不是好事？有许少卿和周坚城为例，朕实在不能不多想。世上百姓，女子占半分，这其中有多少人物被埋没于后宅，实在令人惋惜心痛。不如改革科举，令女子也可入仕。陛下不可，望陛下深思啊！请陛下收回成命。朕只是想招贤纳士，像许卿和周卿这样的国之重器，再损失一二岂不是可惜？他们是皇亲士族，所以才有可能上达到朕的面前。那隐于民间的普通人呢？就算自身有才，却投门无效，更甚者便宜了别国去，那才是剜心割肉般的损失啊！陛下圣明。圣明的陛下问诸位有何良策？陛下，让女子同样为官，实在是过于惊世骇俗。这世间阴阳乾坤各司其职，如果让女子做了男子的职责，乾坤混乱，阴阳颠倒，必会大乱呐。但如周坚城这般的人物，也不可错失。臣建议，陛下可设御史去民间各处探访，有突出才能者进行考教，立功后再授予赏赐和职位。最终，左谏议大夫的提议被采纳，突宁侵略越朝，被反打回去，节节败退。突宁送上了降书，主战派和主和派吵不休好几天，皇帝都没定下个结果。
直到他翻开一个普通的折子，看到了一段不普通的内容，是对于突宁降书的建议。他先粗略地浏览了一遍，一看落款陈人魏侯被前敬上，不确定，再看看，确定自己没有理解错，对这个大外甥大赞。太狗了！看看他说的是什么，接受投降的突宁的贡品，抓紧这段时间继续生产军械，再趁他们以为休战松懈没有防备的时候直接搞突袭。这是人能想出的主意，好损啊！但是他喜欢。贝恒批了下去，令礼部尚书和兵部尚书联合商讨此计，拟个章程出来。陛下先是后赏了许州二人，授予高官厚禄，又有一则女子中的人才为官，这局面是不是对你有利啊？我的这位阿兄还真是个开明的君王呢。许州二人盖世之功，本就该以高位后爵拉拢，算什么开明啊？是，不算什么。可他们若是放在皇考和太祖的时候，就算立了功，功劳也会被封在他们的父兄头上。皇考不是干过这事儿吗？姑姑啊，是开国时的女战神，越朝的江山有她一半的功劳，是她先攻入的京城，开城门迎父登基。我从小就听她的故事长大。陛下突然搞女子为官的动作，终归是个好事。大越的人才还是多几个浮出水面好些。男女7岁不同席，雏儿也大了，再和你同住不像话。朕是他阿耶，和朕住一起怎么了？乳牙都还没掉完呢，哪里就大了？换牙了，好难过，说话都漏风。雏儿啊，来，到大母这儿来，大母看看你的牙。放心，大母不会笑你的。哎呀！贝敬初气得咬了太后的指尖一口跑开，小牙印儿都是缺了一角的。没事儿，小牙掉了还会长的，到时候我们初儿还是漂亮的孩子，就是这个时候是个缺牙妹妹。恒儿，哀家知道你舍不得，可初儿到底是个姑娘，公主殿离宣室殿就隔了一门，你不也常去公主殿看烟雨吗？就是顺着把2个小的都看了而已。贝恒梗着脖子，就是不干。那你问问初儿，说不定啊，小丫头早就烦你，不想和你一起住了呢。怎么可能？贝恒很有自信，可他转头，后面的小公主朝太后的方向拼命点头，跟啄木鸟似的。小没良心的。能看出，这小孩要不是太监，长大了不知得迷倒多少姑娘。不对，也有可能迷倒段秀。你知道那个最好看的小太监是谁吗？殿下，是几年前蒋公公送来的龙首，您送到妓院养马去了。现下咱们宫里搬迁，被指派来帮忙的。这不原著里那个渣男吗？一开始被骑士拿来和我调换身份，冒充皇子的那个。把他叫来。龙首，殿下唤你。殿下恩，你有何吩咐？随便问了2句话，贝敬初放他回去了。他看起来好像很正常的样子，难道是装的？可是不像装的呀，演得如此真实，好可怕的心机。殿下是看出什么了吗？就是没看出什么呀。我之前折腾他，他都没有先收怨恨吗？殿下什么时候折腾过他了？他很小的时候，我就让他各种跑腿，还让他喂马来着。当时龙首不是还差点被踢了来着吗？殿下那叫折腾，宫里的奴才哪有不干活的？殿下分明是正常的指派啊。原来是这样嘛。他真的没有怨气吗？换成我，怨气能比厉鬼还重。难道这辈子变成真善美白莲花了？好奇怪啊。龙首和蒋公公的关系如何？我记得蒋公公曾收他为义子。蒋公公的义子不少，有5、6个呢。
不过他最疼爱的便是龙首。奴婢听说龙首是婴孩时便被蒋公公养着的，渐渐的就视如己出了。蒋公公是阿爷身边的总领太监，贴身伺候的人，和他打好关系，至少不会在阿爷面前进谗言。这种贴身下人的谗言进久了，可比嫔妃的枕边风更厉害。看来这次必须给龙首个机会了。不过将来进了根，也没本事当渣男了吧？我身边还有空的太监职位吗？有的，殿下。小任子前日伤口包扎不及时，得炎症病逝了。奴婢正为殿下选新的补上呢。死了？哦，也对，医疗不发达嘛，身体扛不住的死了也正常。这次偷袭之后，终归还是要止战的。我们只攻下了突宁一半的国土，还有一半呢。火药已经不再是秘密，下次开战要减少兵马的损失，我们就务必要拿出让他们更措手不及的武器，让他们休养生息后没有卷土重来的余地。每一次以为自己足够再侵犯越朝，却被我们的新武器打得猝不及防，跪地求饶。你有何高见？陛下，儿请愿，用为自己修建别院的名义，悬赏召集天下工匠，秘密制作火器。您相信儿，火药的用法并不单一，等下次开战，儿必送陛下一个惊喜。准了。殿下，那些师傅们都说自家手艺不传外人，并不肯教我。这是工部尚书知道吗？奴婢不知。你先回那边吧，这件事我会处理的。陛下，这群匠人都是家传的绝学，总把自己的拿手绝活抱得死死的。臣早已派人游说，如今已经有人松动了。再过一段时间，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自己的看家本事都交出来。没事儿，人脑子会短路是很正常的，不要因为任老大爷傻了一次就生气啊。那现在进展怎样？禀殿下，现在的进展是慢，还没有做出成果的迹象。毕竟他们都是独自琢磨，没有和别人商议讨论。但等臣的人说通之后，进展定然就快了。被惊出吸气，再吐气，再吸气，憋不住了。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？游说过段时间没有做出成果的迹象，这等你游说够了，几个月过去了。我们准备的是和突宁作战的武器，这次休战之后，他们随时都有可能会卷土重来。我们的武器多一分力，前线的将士就多一分生还的希望。你没有一点对时间的紧迫感吗？臣有罪。殿下，臣只是想着礼遇他们。有才者确实该礼遇，但这不是一个人，是一群人。你的职责是要管着他们，让他们遵从我们指的方向，凝成一股力，而不是各自分散，各成一派。不服从管教的人，对我们是没用的。司空尚书，不要辜负了陛下的信任。还请殿下指示。什么都要我指示？你是来吃干饭的吗？你以为陛下派给本公主的任务只有这一个？精力都费在这上面来给你收拾烂摊子？你自己说，怎么办？重金利诱。可，但如果有人认死理，仍藏着掖着不配合怎么办？那就重罚。原来尚书不是想不到，只是方向错了。你记住，咱们的时间不多，一朝一夕皆得争。给你们钱财让你们卖手艺是给面子，但还是有人没弄明白自己在干什么。是，榜上招的是修别业的匠人，他们正在外面热火朝天的修着，而你们技艺最精湛的人则被带到了这里。诸位不必知道自己做的东西有什么用途，只需知道你们是在为朝廷做事。没有人可以藏私，要么拿了钱把东西交出来，要么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最后只剩2个将种，捂着自己的家传绝学，就是不肯传授。明公，饶命啊！曹民不敢了，我们一定听令听话。明公，我们的黄金还没拿呢。不听话的人，自然是什么都没有。等常言去请教的时候，
无人再敢闭口不答。放一些碎石、贴片塞进桶内，点燃火药，便能向远方炸出漫天碎石，一炮便能伤倒一大片敌军。试过了吗？自然是试过了，才敢向殿下邀功。殿下的决断是对的，只有让匠人们互相毫无保留的交流，才能最快的造出新的厉害的武器。造出这玩意儿的人，按功劳厚赏。是，听说长烟姑娘也出了不少力，一些关键的点子都是她提的。那按例赏便是了。朝接了秃宁的降书，秃宁赔款割地称臣，加送美人。与众不同的美人一出现，就聚集了所有人的目光。因是宫女，并没有宴席接风，直接被抬进后宫，换了衣服，成了其中一个无足轻重的最低阶的才女宁才女。这日，贝敬初和一系重臣正在商讨民间有起义之事，外面就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喧闹声。陛下，是宁才女闹着要见您。毕竟是后妃，她强闯，奴婢们不敢伤了她。宁才女？谁啊？陛下，是秃宁送来的那位和亲公主。哦。今日守门的侍卫全部杖毙，其亲缘家属悉数革职流放。陛下息怒！一个后妃强闯都拦不住，朕殿里的机要是不是跟筛子一样，想漏就漏？秃宁这把美人计用的是实打实的，目的明显。正是过于明显的美人计，那便不容易上当。夫君何必忧心？谁知道呢？陛下虽然平时看着是个不好色的木头，万一是没遇到自己喜欢的类型呢？秃宁送来和亲的公主，可是和大越女子完全不一样的形态。今日陛下震怒，但也只罚了侍卫，并没有动那位宁才女。说不定陛下这次就开了情窍，有了个专宠的妃子呢。毕竟是个男人，平时循规蹈矩的，要是真遇上一个入眼的人，突然昏头也是有可能的。所以你现在循规蹈矩、敬妻爱子，都是因为没有碰上喜欢的，所以你遇到喜欢的，也就会头脑发昏，宠妾灭妻了。啊，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哎呀，别追了，夫人，闹起来让下人看见不好看。哎呀，夫人，苍天可见，我真没这个想法。夫人，我喜欢的是你，我不会对其他女子头脑发昏的。第二日清晨，还在猜测皇上会不会为色所迷的许兰妻被打脸的猝不及防，因为和亲公主病逝的国书已经从礼部寄出去了。好嘛，陛下还是那个陛下，想来他在王室也是被团宠的存在，不然也养不出一个骄纵跋扈的性子。所以啊，当个什么也不会的团宠废物，到关键时刻也是被第一个放弃的，还会被一直宠爱他的家人榨出最后一丝价值，比如他们美丽的脸。皓月，你说这是不是很可怕？锦上添花的东西，在雪中时本来就可以扔掉。秃宁公主死的这一日，正是月朝撕毁约定偷袭秃宁的时候。这一次又连攻6城才完。秃宁虽然气愤，但不敢有异议，只能接受月朝高高在上的歇战要求，还送了更多的贡品和美人。最顶尖的美人被献给皇帝，剩下的赏赐给权贵近臣。疯了，简直疯了！那女子已经攻破庄周，圈地称王，自封文熙皇帝。好厉害，真是女中豪杰。延州洪灾，朝廷已经发了赈灾粮下去，足够百姓活命，为何民间还出了一场大规模的起义？短短10日，叛军就膨胀着数万人，一个普通女人能招揽数万兵马，真是不可思议。那便是赈灾的粮食并没有完全送到难民的手上，而是被中饱私囊到了不知谁的肚子里。造反是抄家的死罪，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，但凡有一口吃的，百姓也不会反。当务之急是尽早镇压。你们认为谁出征合适？殿下，
雷将军才从图宁战场上回来，泱泱大越也不是就这一人可用了，让雷将军多歇歇会儿吧。不就是担心他功高盖主，对阿耶不利吗？但是那个狱中到阿耶让他死，他就能马上自尽的家伙，不可能对皇权不利的。唉，可惜啊，这就是信息差。当年宣朝启公主也是这样，散尽家财，招兵买马，由一开始的数百人，最终号令7万兵马，以女子之身随父打下半壁江山。所以这称帝起义的女子，和我那早逝的姑母一样不能小瞧。既然姑母英勇无双，巾帼豪杰，那大越江山平定之后，为何就销声匿迹了？难道是身体不好？听到女儿的想法，贝恒回忆了一下记忆中的姑母，她去世的时候还年轻，并没有老到暗伤发作的年纪，只是精神头不好，就像是一只被折了翅膀的雌鹰，被关在金枝玉雕的鸟笼里，惶惶地望着可看不可及的天空，到死没再出去。贝恒忽然就想通了什么，但他对父亲的做法不理解，为什么要把已经会捕猎的猛兽重新关回院子里，多浪费啊！难道就是因为那些臣子和世俗之人多嘴，就浪费了一个良将？一头好牛马，你管它是公牛还是母牛啊，能耕地不就行了？先帝还算英武的形象在他的心中塌了一角。姑母那天以军礼下葬，许多人歌颂他的殊荣，可这本来就是他应得的东西。对大越开国有赫赫战功的人，得到个军礼下葬，竟然就是殊荣了。反应过来的皇帝突然觉得自己不认识这个世界了，究竟是这个世界颠了，还是他颠了？不可否认，雷将军在领军一道的指挥才能是最强的。如今突宁战事刚歇，也只能劳烦他再跑一趟了。对于贝恒来说，朝中大将哪个做主帅都是没问题的，但小兔崽子有自己的考量，当阿耶的当然是满足他了。娘，你听我说，雷将军是主帅，他是有资格带家眷随军的。这次你求他带你去，到了那边怎么表现自己，就要看你能不能抓住机会了。但切记不要冒进，我们本就是在做违逆世道的事，如果不是一击即中发光发财，反而添了乱子，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。每次学兵法的时候，你都是第一个融会贯通的。别担心，别担心，大不了这次机会错过了也没什么的。我不会让殿下为我争取的时机白费的。我们长这么大，大越就只有这2场战役，很难再遇到下一次，也最好不要再有下一次。就算有下一次，朝中那么多武将，也不可能连着3次都派我父亲。其实我才8岁，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，这未必就是唯一的机会，你不用给自己太大压力的。你跟着你父亲去战场做什么？那地方瞬息万变，随时都有可能丧命。你阿爷是必须为大越献身，置生死于度外，你去凑什么热闹？你以为那是好玩的地方吗？念儿，你是快出阁的姑娘了，懂点事好不好？哎呀，夫人，小心孩子，你还大着肚子呢。念儿啊，前线确实危险，你娘就你一个女儿，别让她担心呐。现在你也不用去学堂了，就在家里算算账，绣绣花，等着你弟弟出生，到时候带着他，这样不好吗？别到时候去了，你出了什么危险，让你娘动了胎气怎么办呢？我要去。娘记得你小时候是极为懂事的，怎么大了反倒任性起来？哎呀，念儿啊，你看你把母亲气成什么样子了，再任性，为父就要动家法了。将军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将军，妾身和念儿自己商量，您先出去吧。可他要再气着你，那也没您张口就要给孩子动家法气得很。哎呀，好吧。